甄千金回家的第一天，生着重病的女孩就被养父母无情赶出了家门。没曾想痊愈后，女孩竟突然能听懂兽语，不仅帮落魄亲哥找到了连环杀人犯，还帮全国首富驯服了暴躁狼犬。夏家知晓了女孩的能力后，急着要上门认亲，可女孩头也不回，迟来的亲情比草都贱。此刻夏之宁猛然睁开眼，谁在说话？然而当他看向窗台时，却发现是2只小松鼠正齐刷刷伸出爪子，指了指自己的嘴。夏之宁秒懂，这俩大馋小子又饿了，拿出最后的早餐饼干投喂给小松鼠。谁知松鼠弟弟抱着饼干，腮帮子塞得鼓鼓的，竟发出一声奶声奶气的声音：“谢谢好人姐姐。”夏之宁瞬间傻眼，奇猛了，松鼠居然说人话了。他狠狠拍了下自己的脑袋，还以为耳朵烧坏了，结果2只松鼠还在边吃边聊：“哥哥，今天的饼干是牛奶味的，好香呀。”松鼠哥哥却满眼担忧，可是好人姐姐自己都快吃不起饭了，还被杀人犯盯上了，我好担心他。杀人犯？夏之宁浑身汗毛倒竖，自己真的能听懂松鼠说话。他急忙冲到窗边追问：“小松鼠，有人要杀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松鼠兄弟手里的饼干啪嗒掉在地上。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夏之宁点了点头，也觉得很匪夷所思。太好了，松鼠弟弟急忙说道：“好人姐姐，这几天一直有个男人半夜来你家楼下踩点，他在观察你这一户，你每次晚上关灯后，他才离开。”闻言，夏之宁瞬间头皮发麻。你们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他和公园树上贴的海报里的人长得很像。松鼠哥哥挠了挠头，6湾的大爷说他是虾仁饭。松鼠弟弟咽了下口水，虾仁饭一听就很好吃，他应该很受欢迎吧？大街小巷都是他的海报。虾仁饭，夏之宁瞳孔地震，不会是杀人犯吧？想到这，他心里咯噔一下，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海报在哪？什么样子的？松鼠哥哥立刻叼出一张破烂的纸，我昨天刨下来的，给你看。夏之宁接过后扫了一下，瞬间两眼一黑，标题上明晃晃的通缉令3个大字：周子峰，男，公安部 A 级通缉要犯，涉嫌实施多起恶性杀人案件，凡提供线索协助抓捕者，可获50万元奖励。完了，竟然被一个 A 级通缉犯给盯上了。夏之宁的第一反应就是报警，但他下意识想到的却是那个曾喊了22年的大哥。夏征是江城警局的特聘破案专家，也是追踪周子峰的负责人。女孩颤抖着手指拨通电话，可下1秒，电话就被无情挂断。紧接着一条冰冷的短信弹了出来：别再打扰我，你做错事情不认账，我是不可能接你回夏家的。见此一幕，夏之宁不甘心，将通缉犯的消息编辑成短信发过去，结果回应的却是一个鲜红的感叹号，对方已将他拉黑。算了，现在他说什么夏家人都不会信。夏之宁深吸一口气，转而拨打了110。您好，我发现疑似通缉犯周子峰的人员在我家楼下出现，像是在进行犯罪前的踩点。对方一听是 A 级通缉犯的线索，语气立刻严肃起来。感谢来电，我们会马上反映给上级部门。挂了电话，夏之宁总算松了口气。可没过一会，夏征就打来了电话，刚接通听到的却是一声惊天暴怒：夏之宁，你真是好样的，我不接你电话你就敢报假警？我没有报假警，线索是真的。夏之宁顿时就急了，还说没有。夏征的声音满是愤怒。接警台刚和我们专案组反映，说一位叫夏之宁的报警人在家附近看见了周子峰，幸好他们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不然我们专案组都会被你耍得团团转。你知道我一直为周子峰连环杀人案头疼，所以想出了谎报线索，想让我们担心你，接你回去。夏之宁闻言心如坠冰窟，大哥，我真的没有，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呵，别叫我大哥。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得像刀子，你只是个鸠占鹊巢的假货，你知不知道青青这些年在外面过的什么苦日子？你那亲哥就是个偏远派出所的小警员，1个月工资才3000，青青大学就开始打工赚钱，不像你有我们夏家锦衣玉食的供着。夏之宁嘴角扯出一丝苦笑，什么都没说，起码夏青青是健康的，而他从小被夏家的高压逼成了病秧子，动不动就发烧晕倒，他宁愿要健康的身体，也不要这该死的富贵。你要是再敢谎报线索，别怪我不客气，报假警也是要行政拘留的。说完，夏征无情地挂了电话。此刻夏之宁再也忍不住，委屈和愤怒的眼泪都掉了下来。夏征凭什么没收自己报警的权利？他真的要死了。这时一条蓬松的大尾巴忽然浮上女孩的面颊，是松鼠哥哥在用他毛茸茸的尾巴给她擦眼泪。姐姐，我的尾巴今天刚洗过，很干净的，别嫌弃。夏之宁哭得更厉害了，真心对待了20年的人，竟然还不如一只认识不到20天的小松鼠。等等，还有一个人，他的亲生哥哥季淑云，一个远在30公里外乡镇派出所的警员。怀着忐忑的心情，夏之宁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很快接通，一道充满正气的声音响起：之宁，怎么了？哥，我可能被 A 级通缉犯盯上了，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还不想死。夏之宁声音颤抖着，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他们都不相信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女孩原以为季淑云至少会盘问几句，谁知道才刚一说完，对面立刻果断的开口：你别怕，在家等我，把门窗关好，我马上来。要是害怕就别挂电话，我一直在呢。
夏之宁彻底愣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素未谋面的亲哥哥，因为他一通电话，竟然立刻要从30公里外赶过来。等待时，女孩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季淑云，本没抱什么希望，毕竟乡镇警员处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这一搜，直接吓了一跳。季淑云，警界最高学府国立公安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全国比武大赛冠军，大2的时候就立了功，只是一个履历这么闪耀的优秀警员，为什么会在偏远乡镇派出所？难道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女孩都怀疑是不是搜错人了。这时电话那头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之宁，你吃过饭了吗？没有。夏之宁蜷缩在床角，我本来想买份粥，但现在不敢出门，也不敢点外卖。好，等我。纪淑云的话虽然简短，却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心。等等，如果亲哥真的是网上那个身手超群的纪淑云，今晚岂不是有机会抓住那个 A 级通缉犯？那50万的悬赏金是不是也有机会拿到？就这么想着，夏之宁又饿又虚，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松鼠弟弟的声音突然响起：“姐姐，有人来了。”夏之宁猛然睁眼，听着楼道里的脚步声，霎时间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电话那头和门口同时响起了季淑云的声音：“之宁，我到门口了，你开一下门。”闻言，夏之宁狠狠松了口气，赶紧冲去开门。可才刚开，整个人都怔住了。门口的男人高大帅气，小麦色的皮肤，剑眉星目，这不就是国家严选款帅哥模板吗？卧槽，这就是他亲哥季淑云。季淑云腾出一只手，碰了碰夏之宁的额头，又立刻收回，语气里透着担忧：“怎么呆呆的？该不会烧傻了吧？”夏之宁表情一僵，这亲哥说话也太直了。季淑云把热粥和点心摆上桌，又拎出一大袋零食：“先来吃饭吧。”夏之宁饿了一天，埋头就是一顿猛吃，看着这狼吞虎咽的样子，季淑云眼底竟浮起一丝愧疚：“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你。”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道歉，夏之宁惊讶地抬起了头，生涩地叫了一声：“哥，不用道歉，我们才刚相认，本来就不熟。再说你工作也忙。”季淑云见女孩没有排斥自己，似乎也松了口气：“吃饭吧。”两人便没再说话，气氛有点沉闷。夏之宁以为会一直这么尴尬下去，谁知季淑云突然站起身，利落地收拾起她乱糟糟的行李箱，又拿起抹布将屋里的家具擦拭得一尘不染。就一顿饭的功夫，这间狭小的出租屋竟然焕然一新。夏之宁简直惊呆了，这个又帅又能打的亲哥，竟然还这么会持家。等夏之宁吃完，季淑云也收拾好了，接着将一套设备放到了床边。女孩疑惑地眨眨眼：“哥，这是？”季淑云一脸正经地说道：“镇上老乡赶猪用的电棍，防身很管用，而且合法。”闻言，夏之宁噗呲一声笑了出来：“哥，不愧是你。”这个小插曲让兄妹俩的氛围瞬间轻松不少。但很快，季淑云神色又严肃起来：“之宁，再跟我说说。”发现周子峰的细节，夏之宁顿了顿，开始胡编乱造：“昨晚我倒垃圾，和一个男人擦肩而过，感觉他特像通缉令上的周子峰。我想起来3天前，有个人就站在楼下往我这看。”说完，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季淑云，生怕他不信。没想到季淑云沉吟片刻，竟将外套铺在了门边，席地而坐。“别怕，今晚我在这守着，你安心睡觉。”夏之宁张了张嘴，他这里根本没地方给他睡啊。季淑云看出了他的愧疚，安抚道：“没事，我今晚也不打算睡。”夏之宁喝了季淑云冲的感冒药，很快就沉沉睡去。灯被关上了，直到凌晨，松鼠哥哥突然跳上窗台，用小爪子疯狂挠着纱窗：“姐姐，那个杀人犯又来了，他上楼了。”夏之宁瞬间惊醒，正对上季淑云询问的目光，显然也注意到了窗边的松鼠。夏之宁没敢出声，飞快地拿起手机打字：“哥，我一直为这只松鼠，它很通人性，突然挠我窗户肯定有事，那个杀人犯很可能上楼了。”季淑云看到消息，眼神骤然一凛，悄无声息地移到了门后，同时一条消息发了过来：“你拿电击棍保护好自己，剩下的交给我。”女孩见状，吓得缩到床边，死死攥着那根电击棍。此刻房间里静得可怕。忽然，门锁传来轻微的异响，有人在撬锁。咔嗒，门开了，一道黑影闪电般从门外钻进来。可季淑云更快，修长有力的手臂一个反剪，冰冷的手铐死死锁住对方的手腕。开灯后，季淑云扯下地上男人的口罩和帽子，蜡黄的脸，圆鼻头，左耳垂的黑痣，还有那双阴鸷的三角眼，正是通缉令上的 A 级通缉犯周子峰。夏之宁瞪着那张脸，血液轰然冲上头顶，下一秒惊叫出声：“我靠，50万！哥，咱要发达了，你是不是也能升职加薪了？”季淑云也觉得不可思议，本来只是担心妹妹，结果竟然白捡一个通缉犯，简直是送上门的功劳啊！而地上的周子峰此刻也听明白了情况，满眼不甘，龇牙咧嘴道：“你们是等着我送上门？是怎么发现我的？”夏之宁一边给窗台的松鼠兄弟投喂零食，一边冷哼道：“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哥，咱们啥时候能领赏金啊？”季淑云看着这个小财迷，嘴角忍不住上扬，拿出手机解释道：“A 级通缉犯要移交江城总局，他们一直很重视。”然而电话还没拨出去，却先响了。接通后，老李的声音都快气疯了：“你去哪了？副所长正等着抓你把柄呢。”
他说你无故请假，要给你处分，扣你绩效，还要通报批评。纪淑云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老李，我在这儿抓到周子峰了。”话落的瞬间，那头死一般的寂静。几秒后，老李的声音陡然拔高：“什么？你说你回家看个妹妹，顺手抓了 A 级通缉犯周子峰？这么大的事，你说的跟买了颗大白菜一样。”纪淑云嘴角微弯：“正好副所长在你旁边，你帮我转告他，让他赶紧向上级报告，派人来接走通缉犯。我把地址发你。”老李的担忧瞬间一扫而空，只剩下狂喜：“你小子真行啊！回趟家就抓个 A 级通缉犯，金子在哪都发光。个人3等功是没跑了，等着，我这就给你邀功去。”夏之宁听着电话里的对话，满是期待的说道：“哥，抓到 A 级通缉犯，你是不是可以调回市里了？”他亲眼见过纪淑云的身手，那么厉害的人，天天在村里找牛抓鸡，真是太屈才了。可纪淑云听到这话，却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不一定，夏之宁从小在夏家就学会了察言观色，瞬间就察觉到了他的情绪不对劲。看来这工作分配水挺深的。但他立刻换上笑脸，拍了拍纪淑云的背，安慰道：“没事，至少今天咱们这50万是板上钉钉了。”纪淑云笑了：“今天你是全场最佳。”女孩得意地打了个响指：“不是，是我们兄妹配合的好，刚刚相认的隔阂在这一刻彻底消融。”与此同时，夏家别墅，夏征正坐在床边削苹果，看着夏青青打着石膏的左腿，眼里满是心疼。“青青，你就是太善良了，就该把夏之宁以故意伤害罪直接送进监狱。”床上的夏青青柔弱地摇了摇头：“大哥，算了，之宁好歹和你们生活了20多年，我不想让局面太难看。”夏征把削好的苹果递出：“青青，你就是太懂事，不像夏之宁越来越无理取闹。他今天为了让我接他回家，居然报假警，谎称有 A 级通缉犯周子峰的线索。”夏青青惊讶地挑眉：“他怎么能这样？明知道周子峰的案子，你倾注了多少心血，居然这么儿戏？”夏征此刻更觉得亲妹妹贴心了，还是你明事理。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是刑侦队长的紧急来电。夏征接起电话后猛地站起：“什么？周子峰被抓了？好，我这就过来。”挂了电话，他面色激动道：“青青，我追踪了半年的周子峰终于落网了，我现在必须去现场。”夏青青笑着点点头：“太好了，大哥快去吧，肯定是你这半年的分析，今天开花结果了。”一路狂飙，可当车停在一个破旧的城中村时，夏征顿时皱起了眉：“老杨，这么破的地方，是周子峰的落脚点？”杨队摇摇头：“不是，是他想对这里的一个小姑娘犯罪，结果被小姑娘的哥哥当场制服。他哥是个乡镇派出所的警员。”乡镇派出所的？夏征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原来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说话间，两人来到门口，可当目光落到女孩身上之际，夏征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夏之宁，怎么是你？”夏征震惊，顿时意识到了什么。“你说的关于周子峰的线索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夏征脸色苍白：“怎么可能那么巧？”夏之宁正在和民警口述笔录，瞥见了门口的夏征，并不意外，他甚至就等着夏征来呢。屋内的警员们闻言，眼神都在两人之间扫来扫去。夏教授居然和203的住户认识，想到两人都姓夏，大家眼神中不免多了些猜测。杨队长向夏征：“夏教授，你和这位夏之宁认识？”夏征作为警方的特聘教授，这1年来并没有向任何同事提起过还有个妹妹。夏征面色难看的点头：“她和我亲妹从小报错了，在我家生活了22年。”所有人都是一副吃到瓜的眼神。夏之宁还没说话，纪淑云确认了夏征都的身份后，一个箭步冲到夏征面前，直接拽住夏征的衣领子：“你为什么要扼杀人家报警的权利？”纪淑云的拳头青筋暴起，隐忍而克制，要不是纪律不允许，他会当场把夏征打成残废。要是我没有及时赶到，之宁很可能就要被周子峰杀死了。纪淑云的动作太快了，夏征一下子就被他揪住，都没来得及格挡。夏之宁看向纪淑云为自己出气的背影，哇，他亲哥也太帅了吧！而杨队长和屋内的其他警员都十分意外，夏征教授可是拿过全国比武大赛的前3名，眼前这个乡镇派出所的小警员居然这么轻松就拿捏住了夏教授。杨队长和其他警员赶紧上前将纪淑云拉开。杨队长赶紧问：“纪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夏征怎么就扼杀了夏之宁报警的权利？”夏之宁觉得这位刑侦队队长身上有一股正气，立马拿着手机告状：“杨队长，我这几天察觉到有人一直在看我家这个方向，直到我下楼倒垃圾撞见他正脸，觉得和通缉犯周子峰很像，我立刻就报警了。结果夏征收到接警部的消息，立刻打电话来质问我，居然觉得我是在瞎编，引起他的注意。由于之前的工作习惯，夏之宁的手机开了通话自动录音，当即播放了他和夏征的通话录音。夏之宁，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无理取闹了？我不接你电话，你就报假警。你要是再谎报案件线索，别怪我不客气，报假警也是要行政拘留的。”通话录音中的每句话像一个个巴掌，啪啪啪扇在夏征脸上。夏征顿时涨红了脸。作为刑侦学博士和教授，这无疑是将他的面子当众撕得粉碎。在场其他警员看向他们素来尊敬的夏教授，目光也变了。杨直山听完录音，更是气得胸膛上下起伏。夏教授，你怎么可以这么武断？作为老前辈，他当场就不留情面地批评起了夏征。要不是这位季同志回家看妹妹，周子峰恐怕又要犯下一桩血案。
而我们半年的辛苦追踪，又要和这个杀人犯失之交臂。夏征脸已经涨红成了猪肝色。杨队长，不是我武断，而是夏之宁他是个撒谎精，我根本不知道他哪句是真的。杨直山打断他，好了，不要再说了，事实就是夏之宁提供的线索是真的。幸好季同志身手敏捷，抓住了周子峰，咱们追踪了半年的案件也能画上圆满的句号了。杨直山看向纪淑云，眼中带着欣赏。季同志，你放心，你这次立了大功，个人3等功是跑不了的。夏征见杨直山对纪淑云满满的赏识之色，攥紧了拳头。你所在的镇派出所也能跟着获得集体荣誉。他拍了拍纪淑云的肩膀。江城总局的其他警员听到集体荣誉这4个字，神色复杂。要是夏教授及时处理夏之宁的报警线索，立集体功劳的就是他们江城总局了。他们江城总局追踪周子峰整整半年，结果人被乡镇派出所的警员抓到了，到手的集体功劳飞了，郁闷的要死。大家心里不由得对夏征产生了怨怼。夏之宁听到亲哥被夸，心里止不住的高兴，他眼巴巴地看着杨直山。杨队长，我看你们通缉令上说群众提供线索能奖励50万，我能有吗？杨直山闻言呵呵一笑，当然有，你报警记录都在的，而且也协助抓捕了犯人，奖金不会少了你的。走流程下来，1个月内会打到你的账户上。杨直山等人还要连夜审问周子峰，陆续离开。夏征最后一个离开203房，走时看了一眼夏之宁，这次是你们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以后不会再有这样幸运的机会了。夏征目光移到了纪淑云身上， A 级通缉犯，呵，这种靠运气捡来的功劳也值得你挺直腰板。落魄贫穷的山鸡生下来就注定是山鸡，永远成不了凤凰。夏之宁歪头眨了眨眼，哎呀，真不巧，他故意晃了晃通缉令，这次某只山鸡好像比凤凰飞得还高呢。他打开门，做出了请的手势，破案专家，快回您的金窝去吧。夏之宁特意加重了破案专家4个字。夏征面色铁青的离开。哥，你这一次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不能调到市局里来啊。夏之宁一脸期待的看向纪淑云，从小夏之宁喜欢跟着夏征，当他的小跟班，十分仰慕这个长相帅气、成绩优异的哥哥。然而夏征对他冷淡严苛。夏之宁和纪淑云认亲才一晚上，就到了网上大家说的那种有哥哥的感觉，真好啊。纪淑云迟疑的摇了摇头，不会，除非我能一连破获好几个大案，但这是不可能的。他脸上闪过一丝苦笑，这次确实是我运气好，抓住了 A 级通缉犯，以后再没这样的机会了。乡镇派出所处理的都是日常事务，不可能再有立功的机会。夏之宁皱起眉头，他拿出手机上搜索的纪淑云的页面，哥，这是不是你？国立公安大学优秀毕业生，全国比武大赛第1名，多到数不清的头衔，在纪淑云毕业那年戛然而止。纪淑云看到夏之宁手机上的内容，瞳孔一缩，轻轻点了点头。夏之宁不解，那你为什么会被调去了这么偏僻的乡镇派出所？纪淑云嘴角噙着一丝苦涩，他只是抬手揉了揉夏之宁的脑袋，大人的事小孩少打听，已经凌晨2点钟了，去睡吧。夏之宁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乖乖听话睡觉。高烧刚恢复，他也很累了，躺在床上。夏之宁望着依然守在床边的纪淑云的背影，他悄悄攥紧了手指，亲哥这么优秀的人，一定不会被埋没的。第2天早上，夏之宁睁眼时，纪淑云已经去上班了，床头留着一张便签，便签上的字迹苍劲有力。早餐在锅里，等哥发工资给你做个更好的房子。署名是纪淑云。纪淑云还给夏之宁赚了1000块钱。夏之宁心里又暖又涨，他知道纪淑云自己也过得紧巴巴的，努力找到新工作赚钱，等工资到账请哥哥吃饭。他边吃早餐边查看手机信息，看看有没有公司给他发了面试通知，余额只剩70块钱，悬赏奖金还要走流程到账，他得尽快找份工作糊口才行。夏之宁放下手机，发愁，明明他的履历很优秀，但是宠物医院还有宠物相关领域的公司就是不给他机会。只有一位好心招聘官隐晦地跟他说，夏小姐，您特别优秀，但是我们收到消息不能招您。住好。夏之宁已经猜到这背后肯定有夏家的手笔了，愁啊，非要这么赶尽杀绝吗？就在夏之宁绝望之时，叮，他邮箱收到了一封邮件，一家私人动物园发来了邮件，通知夏之宁直接入职，岗位是动物园园长，是管理层，1个月6000块钱，而且包吃包住。夏之宁激动的几乎要尖叫出声，天无绝人之路啊！邮件里通知了夏之宁尽快到岗，还留了联系方式。夏之宁顺着那个联系方式拨过去，你好，请问是陈先生吗？我是应聘动物园园长的夏之宁。对方一听，声音异常激动，太好了，你今天能入职吗？开车去接你。夏之宁没想到对方这么贴心周到，居然开车接员工入职的。可以的，今天就能入职。夏之宁报了自己的位置。过了20分钟，陈先生开车接上了夏之宁，他还给夏之宁一块做好的工牌，还有一个红包。夏元长，你以后就是森宇动物园的园长兼负责人了。夏之宁不知怎地，总觉得陈先生有种交代后事的感觉。他神色意外，比起那些对应聘者爱答不理的招聘官，这个陈先生也太好了吧，工牌做得这么快，还有入职红包。夏之宁悄咪咪看了一眼红包，居然有200，我的老天爷，遇上心软的神了。陈先生开着车，语速飞快，祝你入职愉快。
文件袋里是园区相关资料以及公章。森宇动物园很快就到了。陈先生塞给夏之宁一张动物园地图，我还有急事要先跑一趟，你自己先熟悉一下园区环境，带上工牌就可以自由出入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森宇动物园的园长了。夏之宁一头雾水地下了车，陈先生的汽车嗖的一下扬长而去，和后面有鬼在追一样。夏之宁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森宇动物园，跳出来的相关信息让夏之宁咯噔一下。森宇动物园客流量惨淡，濒临倒闭啊！濒临倒闭！夏之宁手机差点掉地上，那为什么还要招聘我当园长？夏之宁想起刚刚陈先生匆匆忙忙，这家伙该不会是要跑路吧？夏之宁抬头看向面前的森宇动物园，木质的动物园门牌年久失修，但是入口售票处许多人正排着长队探头探脑，这叫客流量惨淡。这还是工作日，大早上就这么多人买票呢？网页新闻报道是对家乱写的吧？唯恐天下不乱，夏之宁慌乱的心放了下来，佩戴好工作证，走到售票处的员工通道。令他没想到的是，那群挤在动物园售票处门口的游客看到他的工牌，立刻喊了起来：动物园园长来了！夏之宁一头雾水，啊，这些人不是来看动物的，是来看动物园园长的吗？而坐在售票处窗口的员工小妹看到夏之宁这副生面孔愣了一下，再瞧见他胸前的动物园园长工作证，疯狂对夏之宁使眼色。就在夏之宁懵逼之时，突然有一位中年大叔冲了上来，一把揪住了夏之宁的衣领子。好啊，你终于出现了！大叔一脸怒容，青筋暴起，你们园区的老虎咬死了我女儿小周，你们要对她的死负责，赔钱！夏之宁，不是啊，他刚上任不到2分钟，怎么就摊上事儿了？夏之宁连忙摆手辩解：大叔你弄错了，我是动物园新来的园长，今天刚到岗，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我管你是不是新来的！中年大叔双眼通红，指着夏之宁脖子挂的工牌：你这工牌上写你是动物园园长，没错吧？夏之宁突然猜到那位陈先生为什么这么着急让他上岗的原因了，合着是着急甩锅呢？谁懂啊？找个工作摊上事儿了，被资本做局了，眼下被这中年大叔拽着挣脱不开。夏之宁欲哭无泪：叔，我真是今天刚上任，你要不先去带我看看什么情况？此时热心的围观群众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妹子，你们动物老虎也太狠了，直接把人的头给咬掉了。对啊，现在人头还下落不明呢，不知道是不是进老虎肚子里了。合着这些人不是来买票参观动物园的游客，而是看热闹的好事者啊！夏之宁皱起眉头，作为资深兽医的他，深知老虎的干饭习惯。老虎喜欢吃富含脂肪的内脏和肌肉组织，不会一整个将猎物的头部吞进肚子里，更倾向于咬碎颅骨，获取脑部组织。夏之宁语气笃定：你们先冷静，老虎把人头咬掉的概率很低。冷静！中年男人闻言更气了：好，你来看你们园区的老虎干的好事儿。夏之宁被中年大叔拽进了园区，售票处的闸机口，一群围观群众探头探脑，急死我了，好想知道发生啥了。夏之宁不忘扭头，要看热闹，买票进来看啊！听描述园区死了人，要是不趁现在赚一波门票钱，恐怕之后生意就更惨淡了。先能赚点是一点，起码还能把今天出工的背锅费给赚回来，自己要点精神损失费。夏之宁被生气的中年人一路带到了老虎园，老虎园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名警察正在现场围着一具无头女尸拍照。夏之宁看到地上躺着的那具无头女尸，瞳孔一缩，那具无头女尸旁边全是血，脖子上面的头颅不翼而飞，伤口截面血肉模糊，实在血腥吓人了。不过他作为兽医，血腥的场面见得不少，此时倒是还能冷静。中年人朝正在调查现场的警察嚷嚷：警察同志，我找到动物园负责人了。警察闻言回头，看到夏之宁这么年轻，还这么镇定，面色惊讶。夏之宁连忙道：警察同志，我是真的是第一天上岗报道。他举着手机：这是我的录取通知邮件，今天早上发的。警察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劝说中年人放开夏之宁：姚天河，你别为难人家小姑娘了，她只是个顶包的。法医此时也站起来道：根据这具无头女尸的伤口截面来看，她并不是被老虎咬死的，更可能是被人用钝器慢慢将头颅切割下来，所以伤口截面不规整。法医语气凝重：这是一起凶杀案。夏之宁闻言心里一沉，好家伙，上班第一天就遇到动物园发生凶杀案，他这是什么柯南体质？中年人听到自己女儿是被人杀死的，面上闪过不可置信，拽着夏之宁的手无力滑落，他抱着自己的脑袋蹲下：这怎么可能？小周向来乖巧懂事，性格好，怎么会招惹杀人犯呢？在警方的解释下，夏之宁了解了这起事件的详情。今天早上7点23分，饲养员到达老虎园，准备把老虎放出来上班营业，结果发现老虎园里赫然躺着一具无头女尸，尸体颈部流出来的血把老虎园的草地都染红了。饲养员赶紧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后，通过这具无头女尸口袋里的学生证，确认了尸体的身份。死者是江城医科大学一名大2在读学生，名叫姚思周，而眼前这个颓丧无助的中年男人，就是姚思周的父亲姚天河，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家里好不容易供出来个医学生，没想到被警方通知来到现场认尸，姚天河当场就崩溃了。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各种造谣老虎咬人，而动物园园长一直不见踪影，姚天河便认为是老虎将姚思周的脑袋咬掉的。
动物园园长逃避责任躲起来了。此时，远处的饲养员也将老虎笼子推出来，带老虎晒太阳。众人瞪大眼睛，笼子里的老虎像很久没吃饱饭，已经瘦到皮包骨，从丧膘快变成细狗了。夏之宁感觉这老虎都啃不动骨头了，更别说人头。姚天河看着地上女儿的尸身，抹了一把眼泪，随后对夏之宁道：“姑娘，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夏之宁张了张嘴，最终只能说出一句节哀顺变。两名警员也很头疼，我们刚刚已经将老虎园摸遍了，没有发现凶器或者凶手留下的痕迹。这里或许不是凶手杀人的第一现场，也不知道凶手是怎么将尸体搬进老虎园的。而且，动物园昨天断电了，监控也没拍到。夏之宁往周围看了看，瞥见了老虎园对面是长颈鹿园区，两只长颈鹿正努力伸长着脖子，往夏之宁这边探头吃瓜。见夏之宁看了过来，两只长颈鹿同时齐刷刷转头，啃食大树上的树叶子，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个头稍微矮一点的那只长颈鹿语气惊慌：“快，他看过来了！”另一只高个长颈鹿嘴巴嚼嚼嚼：“都让你脖子不要是那么长了。”这下引起他的注意了吧？矮个头长颈鹿刚刚太慌，都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啃到叶子，正在咀嚼空气。他就是新来的动物园园长嘛，就不会对我们很凶。两只长颈鹿边吃树叶边蛐蛐夏之宁，殊不知他俩的对话已经一字不差地落入夏之宁耳中。夏之宁惊讶地发现，不止松鼠，他竟然还能听懂长颈鹿的对话。难道现在所有动物的语言他都能听懂？夏之宁激动地攥紧了拳头。这样的话，自己挨个询问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是不是能得到些关于凶手的线索？凶手把尸体搬进了动物园，动物园里这些警觉的动物们肯定能听到动静的。就在夏之宁准备去问这两只吃瓜长颈鹿时，身后传来浩浩荡荡的脚步声。两名警员看到来人兴奋起来，太好了，是刑侦专家夏征教授来了。夏之宁闻言诧异回头，只见夏征穿着件白衬衫，带着一块价值不菲的腕表，气度不凡，很有架势。他朝老虎园这边快步走来，身后还跟着4名刑警。见夏之宁在这，夏征脸上惊讶：“你怎么在这？你跟踪我的行程？”一旁的警员介绍夏之宁的身份：“夏教授，这位是森宇动物园的园长兼负责人，今天刚上任的，没想到就遇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儿。”夏征冷笑一声：“碰上你果然没什么好事。”夏之宁翻了个白眼，总比某人昨晚差点放跑 A 级通缉犯好。夏征面色顿时变得铁青，他冷着脸换上白大褂，戴上手套进入警戒线围起来的现场。夏征动作专业娴熟地检查地上的无头女尸，死者死亡时间不到24小时，切口边缘参差不齐，有明显的反复切割痕迹。夏征指腹抚过窗口处的皮瓣，凶手使用的不是专业工具，更像是普通家用刀具反复割锯造成的。他示意助手递过放大镜，仔细检查窗面细节。不得不说，夏征进入工作状态时，整个人都散发着不一样的气场。他挺拔的身姿微微前倾，白大褂勾勒出宽肩窄腰的轮廓。夏之宁以前很崇拜这样的夏征，但现在他亲哥就是坠掉的。看这些锯齿状的皮瓣，凶手至少来回切割了20次以上，这不是专业杀手的手法，反而像是……夏征顿了顿，摘下手套时露出骨节分明的手指，像是在享受这个过程。突然，他的目光停在尸体左肩处一道特殊的弧形伤口上。这个伤痕，夏征快速从手机查案件记录，和去年大学城那起未破获的无头男尸案伤痕特征吻合。死者也是被钝器反复切割致死。夏征扭头问警员：“尸体的头颅还没有找到吗？”警员摇了摇头：“我们没有在森宇动物园发现尸首。”又有一名警员匆匆跑过来：“夏教授，调查过了，动物园附外的小路监控太少，只拍到一个黑影，身高可能在1.7米，除此外没有拍到任何特征。”夏征皱眉，以下命令的口吻道：“开启地毯式搜索，务必要将尸首找到，这样才能进一步确认两桩案件是不是同一人所为。”夏之宁闻言惊讶，难道这是一个偏好割头分尸的连环杀人凶手？叮！就在这时，夏之宁的手机邮箱又收到了一封新邮件，署名是陈先生。夏之宁赶紧点开邮件，邮件内容如下：邮件内容写着：“尊敬的夏之宁医生，你的优秀和善良在兽医界很知名，还创立过动物救济慈善基金。森宇动物园亏损严重，我实在没有资金经营动物园。由于园内动物大多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其他动物园都不愿接收，我不忍心看着这些动物饿死病死。听闻你急需一份工作，决定将森宇动物园无偿转让给你。您如果不愿意接手，园区里的动物就只能饿死病死了。夏之宁。”这封邮件的内容翻译一下就是：陈先生没钱养动物园里的动物了，但是不忍心将它们遗弃。听说夏之宁非常善良，给动物治病的水平也高，所以请夏之宁接盘。有点良心，但不多，这不是道德绑架吗？就在夏之宁低头浏览邮件的时候，夏征发布了找尸体失踪头颅的指令。片刻，他又眯起眼睛瞥了一眼买票进动物园吃瓜的群众。另外，森宇动物园从现在开始暂停营业，停止接待所有游客，动物园全面封锁起来，不要再让外人进入动物园，直到凶手落网。现在把动物园里的所有员工都带去调查做笔录。夏征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夏之宁。在看邮件的夏之宁猛然抬起头，陈先生在邮件中提到，动物园的场地租约到明年到期，这意味着他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场地1年。夏之宁刚刚已经下定决心赌一把，通缉犯奖励有50万到手，这1年内
利用自己能听懂动物语言的特殊能力，带园里的小动物们重新振兴森宇动物园，赚钱给他们看诊养病，帮助他们康复。如果1年后仍然没有起色，他还可以联系熟悉的动物保护组织，为这些动物安排新的归宿。结果现在夏征突然抽风，说要一直把动物园封锁，要找到凶手的那天，这样的安排合理吗？听夏征刚才的意思，杀人凶手很可能和去年那起悬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到现在都没抓到。照这样下去，森宇动物园岂不是要一直封锁下去？夏之宁立刻提出抗议。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凶手？要是1年没找到凶手，森宇动物园要1年不营业，哪里来的收入？动物园里的小动物都要吃饭的。夏之宁指着已经快被长颈鹿吃秃的树，还有老虎笼子里已经快瘦成细狗的老虎。夏征冷淡瞥他一眼，动物园里的动物会不会被饿死是你要考虑的事情，和我破案抓凶手没有关系。夏之宁攥紧了拳头，虽然是被骗着接手动物园的，但是夏之宁做不到扔下这些动物不管。从小，夏家父母每隔一阵子就会带小动物回家，扔给夏之宁照顾，让夏之宁熟悉这些宠物的照顾方式和习性。等培养出了感情后，夏之宁要是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让夏家父母满意，他们就会直接把小动物弄死在夏之宁面前。他清楚地记得初中有一次月考重感冒，头晕眼花，但还是被夏父夏母逼着参加考试，最后只考了第2名。成绩出来，夏父直接把夏之宁养的仓鼠从笼子里揪出来，从楼上扔下去。小仓鼠落在地上的惨状画面仍然是夏之宁的阴影。他见不得小动物在他面前受苦死亡，从小就背负着这样的压力，迫使他成为了兽医之中的顶尖。在夏家的动物医院当医生的时候，每一只送到他面前的动物，他都会极力抢救。夏征已经下达命令，现在把能调来的警力都调过来，在森宇动物园地毯市寻找死者姚思周的头颅。他说完便要转身离开，夏之宁连忙拉住他衣袖，咬了咬牙：“大哥，能不能借我50万？”50万对于夏征来说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夏征停下脚步，偏过头看他，理由是给园区里这些动物的伙食费，还有给员工发工资。夏之宁目光坚定，等找盾疫苗上市，技术分红发下来，我就还给你。找盾疫苗是夏之宁研发的疫苗，集齐了市面上所有疫苗的优点，只要一次注射就能够预防多种疾病。你还不知道吗？夏征听夏之宁提起疫苗，忽然冷笑一声：“你研发的宠物疫苗在第3期测试阶段出了问题，猫咪注射爪盾疫苗之后，出现了抽搐和失明的症状。”夏之宁闻言如遭雷击：“怎么可能？2次测试都没问题的。爪盾疫苗是夏之宁的心血，每一个细节都由他亲自把关，仔细的不能再仔细，怎么可能出现这么重大的事故？有没有数据作假？你自己心里清楚。”夏征嘴角噙着嘲讽的笑容，幸好青青也是兽医，认识检测机构的朋友，再仔细做了一次疫苗临床测试，发现了问题。夏征攥紧拳头，一脸怒容：“不然等上市后出了问题，我们夏家都要被你祸害破产。”夏之宁听到是那位真千金夏青青发现爪盾疫苗出了问题，心中警铃大作，嗅到了阴谋的气息。你还有脸问夏家要专利费？夏征眯起眼睛看向着夏之宁：“要我借你50万也可以，你向青青下跪道歉，只要认错态度好，我们夏家可以接你回去。”不可能！夏之宁气得浑身发抖。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推下青青，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愿意相信我呢？他为夏家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研发了这么多产品，只得到了一副病殃殃的身体，那借钱的事情就免谈。夏征甩下这句话，带着助手离开。森宇动物园被封锁起来，100来名警员在动物园地毯市搜索。夏之宁和动物园仅剩的其他9位员工也被带去审讯盘问了许久，直到天黑下来，仍未发现凶手的踪迹或者死者的头颅，一无所获。夏征发了很大的脾气。案发后48小时是破案黄金期，随着时间推移，破案概率呈指数下降，现在已经快过去20个小时了。去年没有把他抓住，今年还让这个凶手逃下去吗？警员们一声不吭，累了一天没有收获，大家状态低迷。有警员建议道：“夏教授，不如我们发布一份悬赏令，动员全城的群众寻找死者姚思周的头颅。”夏征沉吟片刻：“行，你现在就让人去拟一份悬赏通告。”这时，夏之宁和动物园的其他工作人员接受完调查后被带回来了。夏之宁和夏征打了个照面。夏征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了一句：“森宇动物园明天继续暂停营业。”夏之宁攥紧了拳头，而身旁其他动物园的员工已经在商量着离职。夏元长，这个月工资我也不打算要了，我不干了，我也不干了。这动物园是真的晦气，没生意，动物病殃殃的，现在还发生凶杀案，指定是风水问题。森宇动物园员工一个个撂下了工作牌离开，最后只剩下一个面容青涩的男生。夏之宁已经麻木了，见有人留下，他看了一眼他的工作牌：“顾林，你不走吗？”顾林挠了挠头，眼神有种没遭受过社会毒打的清澈天真。“园长，我是江城大学的大4学生，我来这实习的，想要开一份实习证明盖章，没有工资也可以的。”夏之宁闻言扑哧一声笑出来：“你明天把实习证明模板打印出来带给我，我给你盖个章，就当做最后一点善事了。”顾林面上一喜：“谢谢夏园长，那我先回学校了，晚安。”偌大的动物园只剩下几个值夜班的民警，民警正在动物园门口张贴热乎的悬赏通知。夏之宁走过去看了一眼，悬赏通知上写着：“我是森宇动物园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经侦查发现被害人遗体部分缺失，头部未找到，
案件性质恶劣，为尽快破案，现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对提供关键信息者予以奖励。直接发现被害人头颅并协助警方定位的，奖励人民币10万元；提供线索直接导致破案，如嫌疑人身份、抛尸地点等，奖励人民币5万元；其他对案件有重大帮助的线索，事情奖励1.3万元；找到死者的头颅，奖励10万。夏之宁麻木的心一下子砰砰跳动起来，他快步来到了老虎园，准备询问老虎园附近的动物有没有看到线索。这时，他又听到背后2头长颈鹿在蛐蛐他。矮个长颈鹿，园长看起来好像摊上麻烦了。高个子长颈鹿，不如先担心一下咱们自己，咱们会不会饿死？矮个长颈鹿，都怪那个男人，非要往老虎园里扔尸体，垃圾扔去垃圾场不好吗？夏之宁听到这句话，猛地转身，快步朝2只长颈鹿走去。你们看到凶手扔尸体了？2只长颈鹿被夏之宁吓了一大跳，连忙后退了几步。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夏之宁点点头。对啊，我耳朵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能够听懂小动物说话。矮个子长颈鹿大长腿局促的变成了那8字。好尴尬啊！你全都听到了。夏之宁一笑，没事儿，你们挺可爱的，也没有说我坏话。你们不是担心会饿死吗？昨天晚上你们看到什么了？要是能给警方提供线索，我就能够拿到奖励，就有钱给你们买口粮了。2只长颈鹿听夏之宁的话对视一眼，立马生成了脖子要报线索。高个子长颈鹿，昨天晚上有个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衣服的男人背着一个大号手提袋翻进了老虎园的栅栏，结果他从手提袋里抖出一具女尸。夏之宁连忙问：当时尸体的头颅还在吗？头颅还在的。矮个子长颈鹿点了点脑袋。我跟你说，那个男人可变态了，直接拿着一把小刀把尸体的头颅一点一点锯下来。夏之宁睁大眼睛，凶手居然是老虎园里当场割头的。那个男人边割头边笑：咱们长颈鹿是站着睡觉的，我可害怕了，只能装睡。矮个长颈鹿现在都觉得凉飕飕的，我看得腿发软，真的很怕被那个男人看出异常。夏之宁从背包里翻找出他随身携带的铅笔和速写本。夏家父母从小就开始培养夏之宁画画，画各种动物的骨骼结构，这样能更好的学习兽医课程。夏之宁现在画画很厉害，尤其是在画人物和动物肖像方面。他本来是打算给动物园里的小动物画画肖像，方便熟悉这群小动物员工。凶手清理现场时，你们有没有看清他的长相？长颈鹿的眼睛位于头部2侧较高的位置，视野非常开阔，几乎能算是360度的摄像头了。我看到了。他脱过鸭舌帽擦汗。矮个子长颈鹿回答道：他皮肤没有你白，但也不算太黑，鼻子没有你高，是他鼻子，他眼睛没有你的大。园长，你的眼睛像小鹿眼睛，那个男人的眼睛像园里的藏狐一样，细成一条缝。一旁的高个子长颈鹿忽然抬起长腿，踹他了一脚。你小子看着笨笨的，没想到才说几句话，就开始巴结起园长了。矮个长颈鹿一脸委屈，我没有，这是事实嘛。新来的园长就是长得很好看呀，和小仙女一样。高个子长颈鹿急眼，用尾巴扇他，你还拍马屁。夏之宁看着2只长颈鹿的互动，噗呲笑出声，别担心，每只小动物我都一视同仁的。夏之宁忍不住好奇这2头长颈鹿的关系，你们是兄弟吗？高个儿长颈鹿否认，不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普通同事。矮个长颈鹿眼里闪过受伤，我们难道不是吃瓜搭子吗？夏之宁了然，2只长颈鹿是一起区游客的上班搭子，只是这只高个子比较傲娇。他接着问道：凶手身高多高？高个长颈鹿抢答：比老虎园的栅栏要矮个脑袋。夏之宁走到老虎园的栅栏旁，粗略的比了比，凶手身高约1.7米左右。夏之宁不断询问2只长颈鹿细节，逐渐完善了关于凶手的肖像。1个小时后，一个方圆脸、小眼睛、他鼻梁的男人的肖像出现在画纸上。夏之宁将肖像展示在2头长颈鹿面前，你们看是不是这个男人？2只长颈鹿低下头查看夏之宁手上的肖像画。矮个长颈鹿：卧槽，好像啊。高个长颈鹿急着在领导面前展现自己，把这些年听过的4字词语全都一口气说出来。园长，您真是画技精湛，出神入化，神来之笔，神笔马良，神经大条啊，不是，是神采飞扬。停！夏之宁笑得肚子疼，这马屁拍得有些太过用力了。那这个男人将尸体的头颅割下来之后，把头带到哪里去了？高个长颈鹿，他把头颅用保鲜膜裹了起来，又装回了袋子里，然后开始清理现场。夏之宁急忙问出了最关键问题：他走哪条路线离开的动物园？高个子的长颈鹿语气为难：往西边走了，接下来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夏之宁忙问：还有没有其他小动物知道这个凶手的踪迹？高个长颈鹿回忆了一下：有的，经常来咱们水槽蹭水喝的那只乌鸦，不是还跟踪了这个男人吗？矮个儿长颈鹿点点头，他想吃尸体脑袋的脑花和眼珠子。夏之宁听到这句话心里毛毛，不过也表示理解。乌鸦是杂食动物，主要以动物的尸体为食，它们会先啄尸体柔软的部分，比如眼睛和脑部组织。夏之宁眼睛一亮，你们说的这只乌鸦住在哪里？现在能找到它吗？高个儿长颈鹿，它就住在你来的这条路上，最大的那棵桦树上。夏之宁收好铅笔和速写本，摸了摸长颈鹿，往他这边倾斜的脖子，谢谢你们的线索，非常有用，等明天我给你们加餐。很快，夏之宁找到了长颈鹿们说的那棵最大的桦树。小乌鸦，你在吗？
夏之宁举起手里的凶手肖像，你知道他把尸体头颅扔哪儿了吗？树上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奇怪，长颈鹿说这个点乌鸦都在家呀。夏之宁眨了眨眼，难道是他空手上门没提礼物？想到乌鸦喜欢亮晶晶反光的东西，夏之宁从口袋里掏了掏，坐公交还剩1枚1元的硬币，硬币被他抛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夏之宁等了几分钟，都没有任何动静，乌鸦始终没有出现。哎，难道是硬币太少了？夏之宁在身上翻找，只找到陈先生给的那个入职红包。此时他并不知道一双呈黄圆溜的小眼睛正在暗中观察他。夏之宁抽出一张100块大红钞票，正愁怎么换些亮晶晶的硬币来，突然一只乌鸦扑棱着翅膀从天而降，紧接着唰的一下，夏之宁手里的大红钞票眨眼就不见了。夏之宁抬头一看，一只小乌鸦落在树下的垃圾桶上，它爪子正紧紧抓着那张100元大钞。夏之宁，他被动物打劫了？乌鸦还认识100元大钞呢，合着是刚才他抛的1块钱硬币看不上啊？夏之宁正这么想着，就见这只乌鸦就落到了地上的硬币旁边，用小爪子把那枚硬币扒拉到自己的羽翼之下。夏之宁鉴定完毕，这是一只财迷小乌鸦，大钱小钱都不放过。夏之宁在乌鸦面前蹲下，小乌鸦，收了我的钱，可就要替我办事喽。乌鸦和他大眼瞪小眼，疑惑歪头，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别装傻，你跟踪过这个人对不对？夏之宁亮出手中的凶手肖像，乌鸦瞧了一眼凶手肖像，小眼睛闪了闪。夏之宁又甩了甩红包里还剩的一张100元大钞，乌鸦看见钞票，哑巴病一下子就好了。是，我跟踪过他。说完，他就想用嘴巴去叼夏之宁手里的钞票。夏之宁手一缩，抽回钞票。他把尸体头颅带到哪里去了？你说清楚。乌鸦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夏之宁手中的钞票。我昨晚想吃脑花自助餐，一路跟着这个男人，结果没想到他没有把尸体的头颅乱扔，而是带回了一处废弃工地的地下室。地下室的门一关，我就知道我吃不到自助餐了，所以飞回来了。夏之宁面上一喜，那处废弃工地在哪里？乌鸦眼珠子转了转，你确定要一个人去？那地方很偏，阴森得很。夏之宁刚想说要报警，却又皱起了眉。到时候警方问起消息来源，他该怎么说呢？这时候口袋里的手机却震动起来，是亲哥纪淑云打来的电话。纪淑云那头声音紧张担忧，之宁，你在哪儿？怎么没在家？夏之宁心头一暖，哥，我现在在森宇动物园。夏之宁把今天入职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事件和纪淑云说了。纪淑云很不放心，这么晚了，我来动物园接你。夏之宁惊讶，哥，你明天不用上班吗？我不是立功了吗？纪淑云轻笑，所里终于批准给我休假了。夏之宁这才得知纪淑云之前几乎没有休过假，总是在值班，因为其他人都是当地的有家庭，只有纪淑云是外地来的单身小伙，所里便默认他该多承担些工作。20分钟后，纪淑云来到了动物园门口，她穿着件简单的藏青色 T 恤，布料下隐约可见结实的肌肉轮廓，整个人透着一股子正气凛然的硬朗。夏之宁从小到大见过不少帅哥，对帅哥不太感冒，但是每次看到亲哥这张脸，都不由得感叹一句，不愧是国家严选。纪淑云目光落在夏之宁身后巴巴跟着的乌鸦身上，面上狐疑，之宁，你身后怎么还跟着只小乌鸦？夏之宁指着小乌鸦，哥，这只乌鸦一直跟着我，在我面前扑腾，情绪非常激动，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展示给我。小乌鸦屁颠屁颠跟在夏之宁身后，是因为夏之宁还没结尾款，说要等待他们去凶手藏头颅的地方再结尾款。听到夏之宁说的，小乌鸦适时扑棱着翅膀在两人身边跳来跳去，配合夏之宁的表演。夏之宁适时露出思考的表情。乌鸦是食腐动物，我在想他是不是发现动物园那具无头女士的头颅了。纪淑云听到夏之宁的话，突然想起抓捕周子峰那晚的事。当时夏之宁说是小松鼠给他报的信，通知有人上楼了。事实证明，小松鼠的报信很准。这个妹妹对动物相关的事情，似乎总是有种特别准的直觉。难道这就是顶尖兽医的天赋吗？纪淑云看了一眼地上蹦蹦跳跳的小乌鸦，那我们跟着他去看看。夏之宁点点头，有个不扫兴的亲哥真好。小乌鸦扑棱着翅膀腾空而起，漆黑的羽毛几乎融进夜色，领着两人向废弃工地深处飞去。兄妹俩穿过狭窄的小巷，踏入一条被枯树夹裹的林间小路，越往里走，光线越暗。纪淑云始终紧紧地把夏之宁护在自己身后。走了不知多久，一片荒芜的废弃工地终于浮现，疯长的杂草如同无数干枯的手指，从水泥裂缝中钻出，抓挠着空气。惨白的月光倾泻而下，将冰冷的水泥建筑照得森冷。夏之宁的脊背窜上一阵刺骨的寒意，皮肤上密密麻麻的爬满鸡皮疙瘩。小乌鸦忽然收拢翅膀，无声地落在地上，歪了歪头。园长大人，那个地下室就在这附近，有钱就是大爷，尾款没拿到手。小乌鸦都嘴甜了许多，我先去探探情况。夏之宁点头，那你自己当心啊。纪淑云见小乌鸦和夏之宁叽叽喳喳，狐疑地眯起了眼睛。乌鸦飞走后，夏之宁对纪淑云道，哥，小乌鸦让我们等一会儿，他去打探情况。纪淑云瞳孔微缩，你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夏之宁知道瞒不过他哥，深吸一口气，指尖不自觉地绞紧衣角。虽然很离奇，但自从那次高烧退了之后，我突然就能听懂小动物说话了。说完，他睫毛不安地颤动着，
很怕被纪淑云当成神经病。烧了2天，怎么不给我打电话？然而纪淑云眉头紧锁，眼底翻涌着后怕，万一烧出问题。还好没事儿，还因祸得福了。纪淑云揉了揉妹妹的发顶，以后你能跟动物患者群体无障碍沟通了。她眼底漾开骄傲的笑意，不愧是最年轻的兽医专家。夏之宁一瞬间想哭，亲哥也太好了。就在这时，乌鸦飞回来了，激动地拍打着翅膀。园长大人，地下室有人，除了那个分尸割头的凶手，还有一个被绑起来的女人。乌鸦抖了抖羽毛，那个被绑起来的女人被抹布堵着嘴，一直发出呜呜的哭声。乌鸦的夜视能力非常好，昏暗的地下室动静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夏之宁闻言，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一把抓住纪淑云的手臂。哥，乌鸦说凶手正在地下室，除了凶手以外，还有个被绑起来的女人。纪淑云面色紧绷，难道凶手又抓了新的受害人，准备实施犯罪？夏之宁手脚冰凉，他该不会是现在就要杀那个被绑起来的女人吧？乌鸦补充道，很可能是的。我透过地下室半扇窗的缝隙，看到他正在磨刀。夏之宁本来是想等确认了头颅还在地下室再报警的，没想到运气这么背，刚好就碰到了凶手抓了第2个受害者，准备实施犯罪。夏之宁手脚冰凉，哥，怎么办？现在报警，警方不一定能及时赶到。纪淑云捏了捏拳头，报警，同时让小乌鸦带我们去地下室附近蹲着，如果凶手马上要实施犯罪，我尽力阻止。夏之宁点头，神色中闪过对哥哥安全的担忧。他和纪淑云跟着小乌鸦走，同时直接拨打了悬赏令上的电话。夏之宁压低声音，你好，我找到死者姚四周的头颅了，我发现了凶手的住处，他现在好像抓了新的受害者，准备杀人，地址是……这一次是直接拨打专项热线。电话那头回应的很快，表示他们会立刻派警察出警。逼近地下室的路上，纪淑云在废弃工地捡了根趁手的钢管，此时2人1鸟已经逼近了地下室。小乌鸦继续去打探情报，他小小的身体挤进了地下室的通风管道。然而没一会儿，小乌鸦就出来了，他嘎嘎尖叫，不好了，凶手刚刚给吓晕过去的女人泼了一盆水，现在转身去拿刀了。夏之宁急急地翻译了乌鸦的消息。纪淑云此时提起手中钢管，二话不说，猛地抬腿，警靴狠狠踹在木门上，砰一声巨响，腐朽的木门应声碎裂，木屑四溅。警察，别动！凶手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得浑身一颤，手中的匕首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就在他慌忙弯腰想捡的瞬间，纪淑云速度快得惊人，像头猎豹，修长的腿一个凌厉的侧踢，将凶器踹飞到墙角。不等凶手反应，纪淑云已经闪电般扣住他的手腕，一个利落的过肩摔将人重重撂倒在地。他单膝跪压在凶手背上，黑色作战裤绷出充满力量感的腿部线条，宽肩窄腰的剪影在昏暗灯光下宛如雕塑。咔嚓，手铐合拢的清脆声响彻地下室。纪淑云居高临下的制住不断挣扎的凶手，被汗水打湿的额发下，一双锐利的眼睛寒光凛冽。他微微喘息着调整姿势，绷紧的腰腹肌肉隔着战术背心清晰可见，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训练有素的凌厉。见哥哥帅气利落地制服了歹徒，夏之宁紧绷的神经此时才放松下来。老实点！纪淑云低沉的声音带着不容反抗的压迫感，膝盖又加重了几分力道，让身下的凶手发出一声痛呼。夏之宁急忙为被绑在椅子上的那个女人松绑，将她口中的抹布拿下来。女人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留下劫后余生的泪水。夏之宁注意到女人很年轻，看起来只比自己大几岁，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妆已经花了，耳旁的珍珠耳环也少了一只，整个人看气质很像白富美。夏之宁连忙掏兜给她递纸巾，小姐姐，你别怕，我哥是警察，我们已经报警了。夏之宁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抚，就像对受惊吓的小动物一样。女人借过纸巾擦着眼泪，泪流不止。等她缓过来之后，她抓住了夏之宁的手臂，手机，你们的手机可以借我打个电话吗？夏之宁连忙解锁了自己的手机递过去，女人拨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很快接通，电话那头响起一道中年男生和女生，应该是面前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程程，你在哪儿？是不是出事儿了？陈诚眼眶通红，声音委屈，爸爸妈妈，我被杀人犯抓了。你快来接我，我好害怕。电话那头的男生陡然拔高，你被绑架了吗？绑匪要多少赎金？我马上送来。陈诚连忙摇摇头，不是的，刚刚有个警察和小妹妹把我救了，你们赶紧来接我吧。陈诚抬起头问夏之宁，小妹妹，这是哪里？夏之宁将工地的位置报给电话那头，听到电话那头爸妈说马上就来接自己，陈诚这才找回一些安全感。他擦了擦眼泪，望向夏之宁，谢谢你们，我叫陈诚，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发现我的？陈诚说着又开始掉眼泪，我以为我今天要死定了。夏之宁手忙脚乱给他递纸巾，我叫夏之宁，是附近动物园的园长，也是动物沟通师，能够听懂理解小动物发出的信号。夏之宁知道自己2次发现罪犯，很有可能引起警方的怀疑，一直在给自己想一个合适的解释，能减轻自己的嫌疑程度。他之前在国外进修深造的时候了解过，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动物沟通师这个新兴的职业。动物沟通师能和动物沟通交流，但也只是一定程度上，不像他这样能够流利迅速的和动物对话。但是这个新兴职业足够给自己打掩护了。陈诚瞪大了眼睛，动物沟通师，好新奇的职业，
所以，你发现我是？夏之宁指着通风管道探出小脑袋的乌鸦，这只小乌鸦今晚一直在我身边扑腾，像是发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刚好我哥来接我下班，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陪我一起跟着乌鸦走。没想到，陈诚闻言感慨，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刚好碰到动物沟通师和警察就在附近。他看向夏之宁兄妹，你们兄妹俩的职业好搭呀，一个能通过小动物发现异常情况，一个抓人贼厉害，你们就是最强辅助和最强打野。夏之宁被陈诚这个说法逗了，这么一说还真是，他和他哥配合度100。纪淑云朝陈诚微微颔首，别担心，其他警员很快就赶到，接下来可能要你配合做笔录。陈诚瞥了一眼纪淑云，脸唰的一下红了，移开了目光，拉着夏之宁的衣袖，哇塞，你哥好帅啊，你们兄妹俩的颜值都好高。小乌鸦此时也飞到了夏之宁肩膀上，骄傲的挺起胸脯，他也要夸夸，女人就是我英雄救美，救了你的命。陈诚听不懂兽语，只见眼前这只乌鸦找他嘎嘎乱叫，疑惑歪头，之宁，这只乌鸦叽里咕噜说啥呢？夏之宁笑着道，小乌鸦说他也要夸夸。陈诚闻言破涕为笑，他本来是挺怕乌鸦这种黑漆漆的鸟类，但是一想到这只乌鸦是他的救命恩人，就克服了心里的恐惧，甚至觉得眼前这只乌鸦很可爱。他开口问道，对了，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乌鸦喜欢收集亮晶晶的东西，对吗？夏之宁点点头，是的。陈诚取下自己的珍珠耳环，又取下自己脖子上的红宝石吊坠，他将这2样东西递到小乌鸦面前，谢谢乌鸦大人救了我的命，这2样东西你拿去玩吧。夏之宁看着那色泽又大又饱满的珍珠耳环，还有火彩非常明显的红宝石吊坠，瞪大了眼睛，哇塞，这出手也太阔绰了吧，啥家庭啊？作为收藏行家，小乌鸦是非常识货，见到这2样亮晶晶的东西，他小脑袋上震惊的表情和夏之宁如出一辙。小乌鸦立刻就伸出小爪子，小心翼翼地勾住这2样首饰，贪财的小模样偷感极重。夏之宁忍俊不禁，将剩下的100块递给小乌鸦，诺，尾款结给你，我可是特别有诚信的。小乌鸦来者不拒，将100块钞票扒拉到了自己的羽翼之下。就在这时，地下室周围响起大喇叭的喊话声，里面人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刻释放人质。夏之宁和纪淑云对视一眼，太好了，是警察来了，我们押着犯人出去吧。地下室外，特警已经将地下室包围的水泄不通，刑警队队长杨之山面色担忧，报警人怎么不见了？刚刚拨电话也是一直正在通话中。特警队员也通过对讲机报告，杨队，我们没有发现报警人的身影。夏征冷着脸皱眉，夏之宁该不会是上次抓 A 级通缉犯尝到了甜头，为了悬赏金接近了歹徒住的地下室，结果被歹徒抓了，当了人质吧？真是见钱眼开，掂量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了。上次就是他走运，瞎猫撞上死耗子，还能回回走运不成？杨直山闻言面色也很难看，要是歹徒手里有2名人质，那事情就更加棘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地下室大门传来动静，全员立刻高度警戒。警察叔叔，人质已经得救了，凶手也被抓起来了。夏之宁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扶着陈诚从地下室门口走向出。夏之宁扶着状态狼狈的陈诚出来，在场所有警员都惊讶极了，杨队眼里的震惊要溢出来。小夏，又是你？夏征更是不可置信。夏之宁把受害者给救了，凭什么？他有什么能耐？紧接着，纪淑云押着杀人犯分尸犯走了出来，报告杨队，这是犯罪嫌疑人，地下室内还有他的作案凶器，以及动物园无头女士的头颅。纪淑云声音正气凛然。杨直山见到他，意外惊讶又疑惑，他挥挥手派2名警察将犯罪嫌疑人押了下去。又是你们兄妹俩抓到了犯罪嫌疑人？夏征推了推鼻梁上的金属眼镜架，眼中带着浓浓的怀疑。第一次抓到通缉犯是幸运，这一次麻烦你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发现凶手的老巢的？你们是不是凶手的同伙和凶手闹掰了，为了钱举报他？杨直山闻言也朝夏之宁兄妹看过去，在等一个答案。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兄妹2人身上。夏之宁面色从容，我是资深动物沟通师，能够和小动物交流沟通，看懂他们的信号。豪门夏家就是在宠物领域发家致富的，老大夏征虽然学的是刑侦学，但也听过动物沟通师这个职业。他一脸不信，你在夏家待了20几年，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本事？还是资深动物沟通师？夏征加重了资深2个字。夏之宁耸肩，你们也没问啊？夏征一噎。此时年近40的杨队长一脸懵逼，是我跟不上时代了吗？动物沟通师是什么意思？和猫猫狗狗的说话交流吗？夏征解释道，杨队，动物沟通师是一种新兴职业，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主人想知道自家宠物在想什么，比如狗为什么突然不吃饭，猫为什么总挠沙发。夏征说到这里，颇有深意的看了夏之宁一眼。而动物沟通师就号称能通过心灵感应和动物交流，帮主人解决问题。啊，心灵感应，这一听就玄学啊。杨直山皱眉，刑侦队办案向来是依据科学，对，号称自己是动物沟通师的人99%都是骗子。夏征冷笑一声，眼带深意的看着夏之宁，靠谱的没几个，大多是心理学话术，跟算命先生一个套路。夏之宁，我合理怀疑你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犯罪嫌疑，在这瞎编。面对质疑，夏之宁底气十足，是你自己见识少，我可不是骗子。
对，小夏妹子不是骗子，真的是他们兄妹俩跟乌鸦一起救了我。被救的陈诚此时为夏之宁发声，他和乌鸦交流可通顺了。夏真闻言看了一下手表，医疗车上的医生怎么还没到？被解救的受害者都已经出现幻觉，开始说胡话了。陈诚气急败坏，你作为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我可以证明小夏妹子和季大哥和凶手没有关系。他拉着夏之宁的衣袖，小夏，你快证明给他们看，你真的能和动物沟通。夏之宁对一旁树上蹲着的小乌鸦招了招手，来，小乌鸦下来。众人的目光看向树上的乌鸦，然而树上的乌鸦纹丝不动。夏征嗤笑一声，你嫌不嫌丢人？杨队也皱起了眉，准备出声阻止这场闹剧。夏同志，季同志，请你们配合我回局里接受调查，如果你们是无罪的。乌鸦正在树上对夏之宁嘎嘎叫，这是另外的价钱，我夏之宁要被这只贪财鸭气晕，趁火打劫是吧？夏之宁咬咬牙，今天乖乖听话，发奖金了，我给你买条金项链。他话音一落，乌鸦立刻屁颠屁颠的飞到了夏之宁肩膀上，十分讨好的蹭了蹭他的肩膀。园长大人，你最好了。众人瞠目结舌，杨直山也愣住了，这乌鸦这么戏精的吗？还是个财迷，有赏赐了才下来配合。夏之宁指着夏征，对小乌鸦道，你飞到这个人头上去。遵命。小乌鸦一下子就扑腾着翅膀飞到了夏征头上，两只小爪子揪着夏征的头发，走开。向来斯文有礼的夏征教授此时忍不住抓狂，忽然他头顶一凉，感觉有一股热乎的固液体混合物落在自己头顶，这只乌鸦骑在他头上拉屎。纸巾。夏征疯狂寻找纸巾，一旁有位贴心的女警员递上的纸。夏教授本来是不少女警员心目中的男神，但是见了鸟屎从夏征头顶流下来，女警觉得自己滤镜碎了，无法再直视夏教授。一旁所有人都在疯狂憋笑，虽然这很不道德，但是这只鸟也太坏了吧。夏之宁。夏征清理完自己的头发，暴跳如雷。夏之宁一脸无辜，我只是让他飞到你头上，没想到他来感觉了，把你的脑袋当成了厕所，不好意思啊。他说着责怪地对着小乌鸦道，不可以随地大小便，知道吗？小乌鸦也配合着疯狂点头，一脸愧疚地向夏征鞠躬。所有人震惊，这乌鸦还真听懂夏之宁的教训了。夏之宁趁热打铁，指着杨直山，杨队长的领带歪了，你帮杨队长整理一下领带。杨直山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来得太急，制服领带被夜风吹得歪到一边都没注意。小乌鸦歪头，杨队长是个官儿啊。他立刻屁颠屁颠地飞到杨直山身旁，用嘴巴将杨直山歪了的领带拉正，还贴心地用嘴巴混着口水将杨直山领带上的褶皱熨平。夏之宁有点太超过了。向来雷厉风行的杨直山此时被小乌鸦服务，一动也不敢动，起猛了。乌鸦成精了，就连见过大场面的警察们也目瞪口呆。小乌鸦飞回夏之宁身上，嘎嘎叫了一声。杨直山好奇，他现在说啥呢？夏之宁嘴角抽搐，他说杨队长仪表堂堂，一身正气，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杨直山第一次被小动物拍马屁，嘴角比 AK 还难压。我们又听不懂动物说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自己想拍杨队的马屁就别这么装。夏征冷冷出声，打破气氛。小乌鸦在树上就见到这个男人一直针对夏园长，他虽然贪财，但是还是很护短的。园长大人，我刚才观察过了，警方离咱们最近的那辆大车，车顶有3片枯树叶。夏之宁立刻将小乌鸦的话翻译转述给杨直山等人。杨直山闻言，派了身旁一名警员去验证，离废弃工厂最近的那辆车是特警乘坐的巡逻车，有2米多高，以正常人的身高根本看不清车顶有什么，警员需要踩上踏板才能看见车顶有什么。而刚从地下室出来夏之宁更不可能知道车顶上有什么。很快警员回来了，一脸震惊，杨队长，车顶上真的有3片枯树，这个情况确实只有在树上的乌鸦能够看见了。杨直山咽了一下口水，看向夏之宁的神情是震撼和惊喜。你真的是动物沟通师？夏之宁拍了拍胸脯，如假包换。就在这个时候，废弃工地响起一阵急促的刹车声，一辆迈巴赫停在了工地，车上下来一对中年夫妇，穿金戴银珠光宝气，一看就是有钱人。程程，我的女儿。中年夫妇立刻奔到了陈诚身边，爸妈，我没事。陈诚被妈妈紧紧抱着，拍了拍妈妈的背。陈诚的父亲显然和夏征认识，看到夏征眼前一亮，朝他伸出手，夏教授久仰。夏征微微颔首，脸上挂上笑容，陈总幸会。夏之宁一看夏征这个笑容，就知道这位陈总的含金量了。夏征向来是高高在上的态度，只有面对比夏家分量更重的人物，才会用心去经营关系。听闻夏教授是破案专家，今天是夏教授和警察同志们救了我的女儿。陈府激动地握着夏征的手，太感谢了，夏教授。陈诚见自家老爸谢错了人，这位夏教授也不否认，立刻炸毛，爸，你老糊涂了。他把陈父拉到夏之宁兄妹面前，救命恩人都能认错，救我的是这位小夏妹子，他发现我被坏人绑到了地下室，是他报的警，警察才赶到的。这位是他哥哥纪淑云，绑我的变态已经磨好刀，提着刀向我走来了。他直接破门而入，把杀人狂魔摁在地上铐起来了，可厉害了。陈府文眼脸一红，原来谢错人了。那他刚刚感谢夏教授的时候，
这位夏教授怎么不出声否认一下呢？闹了个这么大的乌龙。陈府连向兄妹俩道歉，对不起，女儿失联6个小时了，我急昏头认错，救命恩人了。陈母此时也拉着夏之宁的手，小姑娘，谢谢你们兄妹，救了我女儿的命啊。他将手上的翡翠镯子退了下来，直接不由分说的套上了夏之宁的手，手头没什么感谢的，这个翡翠镯子你拿去玩吧。夏之宁在豪门待过，看到这通体碧绿翡翠镯子，瞪大了眼睛。这个翡翠镯子品相很好，得好几百万了，这太贵重了，是使不得呀。他推拒着，陈母力气很大，还是把翡翠镯子套到了他手上。陈父也从怀里掏出了支票本，拿出签字笔，刷刷刷的写了张支票。他将支票和自己的名片递给夏之宁。夏之宁看到支票上写的大写的金额300万，脑瓜子嗡的一下被钱砸晕乎了。医药费和营养费都有着落了，运营动物园也有资金了，这怎么好意思呢？夏之宁一边说一边正要伸手去接，耳边响起了夏征的声音。救人的季淑云是唐乡派出所的警员，他的救人行为是公务关联，2位如此贵重的赠与可能被视为变相行贿。夏征语气在变相行贿4个字上加重了几分。夏之宁收支票的手一下子缩了回去，差点忘记这茬了，他哥已经上交给国家了。夏之宁不舍得褪去手上的翡翠镯子，后槽牙都咬烂了。翡翠镯子他还没捂热乎呢，百万富翁的感觉只体验了3秒钟。陈母十分不理解，这是我们个人表达的感谢，怎么还不能收呢？这2位可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救了我的宝贝女儿，女士，这确实不合规定，在职人员不能收礼。夏征看向杨直山，杨队长，您说是吗？杨直山的目光在夏之宁和纪淑云这对兄妹身上徘徊，他能够判断得出这对兄妹的经济条件不好，上次去夏之宁的出租屋押犯人，那屋比他老家还破，确实是不符合规定。杨直山叹了口气，话锋一转，不过小夏同志，你有兴趣做份兼职吗？夏之宁正在哀悼离他而去的翡翠镯子和300万支票，闻言猛然抬头，什么兼职？我想邀请你担任我们江城总局的特聘破案顾问，月薪1万，工作时间自由，你平时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杨直山神色认真，小动物发现了案件相关线索，报给我们，我们警方给你发放奖金。夏征眼神中闪过诧异，被夏家赶出去的夏之宁要和自己成为同事了，月薪1万，工作时间自由。夏之宁低落的心情一下子又好起来了，有五险一金吗？杨直山点头，当然有，我们会按照顶格交满，你的其他福利待遇和我们总局的警员是一样的，你有什么其他条件也可以提，我尽量和上面申请。夏之宁一瞬间被香到了，这和吃上铁饭碗有什么区别？冷静片刻之后，他看向杨直山，杨队，我还有一个请求。杨直山颔首，你说。夏之宁指着纪淑云，算下来我哥立了2次大功了，学历和履历都过硬，他这次案件后能调到市区工作吗？之宁纪淑云有点慌乱的扯了扯夏之宁的衣角，夏之宁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哥，你值得。纪淑云一怔，清亮的丹凤眼泛起微蓝，他们才相认几天，却一下子处出家人的感觉，这就是血脉相连的默契吗？杨直山初见纪淑云时，便对其矫健的身手暗自赞叹，今晚这年轻人只身闯入地下室救人的胆魄，更让他心底那份惜才之情翻涌难抑。如此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竟被分配到偏远小镇，其中缘由，他多少能揣测1、2。可蛟龙岂会久困浅滩？真佛终非小庙可容。纪淑云的光芒实在太过夺目。小夏同志，杨直山神色肃然，人事调动权限不在我这儿，但你请求的这件事，我会向上级详细汇报。夏之宁听出话中转机，眼中顿时漾起喜色。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杨直山微微颔首。现在还请你们兄妹和陈诚女士随我们回去做份笔录，详细说明今夜情况。做完笔录已经是深夜2点，陈诚父母亲自开车送夏之宁兄妹回的家。看见夏之宁住的地方，陈诚父母恨不得当场叫来施工队，给恩人兄妹把老破小改成精装房。只可惜规矩悬在头顶上，他不能给纪淑云添麻烦害了人家。恩人遇到困难只管找我。陈父叹了口气，将自己的名片塞给了夏之宁。对了，陈父突然想起了什么，你说你是动物园园长，那我给动物园捐款就没问题了吧？你们动物园最近缺什么？夏之宁一喜，动物园的小动物们快吃不起饭了，员工工资也发不出。陈父点头，好，我明天就让助理和你们动物园对接，动物园小动物的伙食费和饲养员的工钱有了着落。夏之宁一觉睡得很香，接下来就是要趁陈父资助的这段时间，尽快让亏损状态的动物园盈利赚钱。一直靠别人的资助也不是个事儿，还得是自己兜里有钱啊。第二天早晨，夏之宁起床便开始收拾行李，他要搬去动物园的员工宿舍了。松鼠兄弟跳上窗台，捡起夏之宁提前放在窗台上的小熊饼干，看见夏之宁在收拾行李，他们顿时觉得手里的饼干不香了。松鼠弟弟被饼干塞得嘴巴鼓鼓，泪眼汪汪。好人姐姐，你要搬走了吗？他一边哭一边扯过哥哥的大尾巴擦眼泪和嘴巴。你不要我们了吗？是不是嫌我们太贪吃了，要把你吃穷了？松鼠弟弟说完还打了个饱嗝。哥，松鼠哥哥看着弟弟这哭唧唧的样子，一脸嫌弃的抽回自己的尾巴。是你自己太贪吃，不要带上我。夏之宁手忙脚乱的抽出纸巾给弟弟擦眼泪。当然不是的，姐姐要搬到动物园去工作了。
这里离我上班的地方远，而且还要房租。他捏了捏松鼠弟弟的腮帮子，你们两小只这么可爱，我怎么会嫌弃你们呢？搬去动物园。松鼠哥哥小眼睛一亮，姐姐，动物园是不是很多树呀？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搬到动物园吗？当然可以啊。夏之宁用力点头。我刚上任，人生地不熟的，等你们兄弟俩和动物园里的小动物打成一片，带我呢。松鼠哥哥小爪子比了个 OK 的手势，没问题，哥带你飞。说罢，他踹了一脚哭包弟弟，走了小馋鬼，收拾东西，我们跟姐姐搬家。森宇动物园员工宿舍大门口，夏之宁提着行李箱，行李箱的拉杆，松鼠兄弟一人抱着一根拉杆，这就是我们以后住的地方了。好耶，新家，空气好好呀。松鼠弟弟用力吸了一口空气。森宇动物园地如其名，真的像一个小森林，很多树，含氧量很高，其实设计特别漂亮，很像经营类游戏里的动物园成真了，只是因为连年亏损，缺少维护，显得破旧冷清。松鼠兄弟俩特别兴奋，姐姐，我们先去找窝了。去吧。夏之宁提着行李箱继续往宿舍的方向走，却瞥见一个有些眼熟的人影，正拿着扫把在扫地上的落叶。听到脚步声，正在扫地的中年男人回过头，夏之宁一怔，这人就是他昨天早上来动物园时一把带住他的死者父亲姚天河。他不自觉后退了几步，这人该不会来找他们动物园园方赔钱的吧？姚天河见夏之宁见到自己害怕，立刻愧疚起来。夏元长，你别怕，我是来道歉的。他抓着自己洗得发白的工装衣角，警方已经通知我，抓到凶手了，也找到了我女儿小周的头颅。姚天河搓搓手，结结巴巴地对夏之宁说：姑娘，昨天是我不对，我闺女没了，我急昏头了，非说是老虎咬的，还那样对你。你这么小，比小周大不了几岁。他低着头，深深鞠了一躬。听说现在都没人敢来动物园了，都怪我乱说话，对不起啊，连累你们了。姚天河卑微愧疚，他一低头，夏之宁就看到了他头上的满头白发。女儿死了，这位父亲几乎是一夜白头，一股酸意涌上夏之宁心头。他用力摇头，不是的，该说对不起的是那个杀人犯。他真想给自己抽个大嘴巴子，刚才怎么能那么想人家？夏元长，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想时不时来老虎园这里看看我女儿最后待过的地方。姚天河连忙补充，你放心，我会买门票，还会帮你们打扫卫生，我什么活都能干的。夏之宁连忙摆手，不用，你来便是。姚天河说完就匆匆走了。夏之宁发现员工宿舍外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宿舍门口还放着一个密封的奶茶保温袋。夏之宁猜到是姚天河放的，想到他洗得发白的衣服，这位大叔估计自己都舍不得买一杯15块的奶茶。夏之宁吸了吸鼻子，拿出钥匙打开宿舍门。宿舍门一打开，夏之宁惊呆了，园长宿舍居然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套间，还是原木风的装修，就是脏了些，看得出来森宇动物园曾经也辉煌过。一想到自己能免费住，夏之宁顿时高兴起来。他终于有自己的小房间了。夏家虽然豪华，但是夏家父母会在他房里装监控，看他有没有认真学习。他没有一点安全感。夏之宁哼着歌收拾屋子，在储物柜里发现了一套穿戴式的直播设备，已经吃灰了。他猜想这可能是园区以前做活动时用的直播设备。夏之宁心中有了个主意，收拾好屋子后，他换上工服，便准备去伺候动物园里的主子们了。夏之宁展开园区地图，目光落在最近的动物馆沙漠乐园，名字倒是气派，可推门一看，空空荡荡的沙地上只有4只小耳括弧团成一团，睡得正香。清晨的阳光斜斜洒落，将它们的绒毛染成淡金色。这些小家伙作息时间是昼伏夜出，白天不太爱动，此刻睡得香甜。它们毛茸茸的小身子蜷成球，大耳朵软趴趴的耷拉着，和2把小扇子似的，随着呼吸轻轻起伏，活像4团会呼噜呼噜的糯米糍。夏之宁捂住胸口，这也太犯规了，把心要化掉了。为了这些毛茸茸的未来，冲呀！夏之宁佩戴好直播设备，注册认证音符平台，给自己取了个 ID 森宇小夏园长，随后手指噼里啪啦一阵，编辑好直播间标题：动物沟通师直播看诊，你家主子骂你的话我全听得懂。开播。夏之宁点击开播之后，便没管直播间了，拿着小铲子开始哼哼吃帮4只小耳括弧清理粪便。在夏家父母严格管控下，夏之宁连音符 APP 的基础功能都没摸透，更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可能认识的人推荐开关正亮着绿灯。大数据做局下，很快便有熟人刷到了夏之宁的直播间。Mr. 江少，哟，这不是夏家大小姐夏之宁吗？豪华公寓里，豪门江家的独子江人刷到直播里的夏之宁正在铲屎，震惊又解气。夏之宁从小成绩优异，样样拔尖，是豪门父母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见童年阴影夏之宁过得这么惨，江人心里舒坦极了。他连忙将直播间分享给狐朋狗友。震惊！贾千金夏之宁被赶出夏家之后，在动物园直播铲屎，还号称动物沟通师，招摇撞骗。豪门各大少爷小姐闻讯纷纷赶来看笑话，分享直播间。夏之宁直播间人气一下子上来了，虽然评论区都是冷嘲热讽的，从小就是年级第1的尖子生，被赶出夏家之后混得这么惨啊！呵呵，谁知道他以前那些成绩怎么来的？顶尖兽医的名号估计包装出来的，霸占着夏青青的豪门大小姐位置，享了20多年的福，现在混成这样活该。
夏之宁此时看了一眼直播间弹幕，愣了一下，他还以为开播第一天会没人看，没想到人气还不错呢。黑红也是红啊！豪门的少爷小姐们不断嘲讽，夏之宁都没放在眼里。他很清楚这些人踩高捧低的嘴脸。夏之宁冷笑一下：“我这是兽医问诊直播间，你们这么上蹿下跳的，是已经病急乱投医了吗？高中的时候找我抄作业，现在找我看脑子，你们别太爱了。”夏之宁此话一出，评论区滚动弹幕静止了一瞬，屏幕后的江人破防。他高中确实回回都找夏之宁抄作业，还会狗腿送各种礼物，只为拿到第一手作业。他面红耳赤的敲键盘。夏之宁离开了夏家，你什么都不是。评论区不少人也被说破防，想起以前自己找夏之宁抄作业的舔狗模样。本小姐现在住大平层开法拉利，你只能铲屎。宠物沟通师，号称能和小动物沟通，找不到工作，你都开始搞诈骗了。夏之宁，看你长得还可以，我公司还缺个端茶倒水的前台，你要不要来？夏之宁直播间也有几个路人点进来，看评论区撕的血雨腥风，这主播有瓜吃啊，立刻留了下来。主播真的能和小动物沟通吗？露一手呗。看评论区主播好像是被赶出家门的假千金，这直播间真不是剧本吗？一堆破防和吃瓜的评论中，突然出现了一条格格不入的评论，一个用户名为意中人的网友发了好几条评论，主播真能和小动物沟通吗？怎么连麦看诊？急！哎，真有客户来了。夏之宁眼前一亮，是的，你是第一个咨询的客户，有优惠名额，随便刷个小礼物就可以连麦了。他话音刚落，屏幕上赫然出现大皇冠特效，夏之宁都傻眼了。他查了一下，一个大皇冠价值1000块，平台分成之后他能拿到700块，这是哪里来的富哥啊？紧接着意中人就发起了连麦申请，夏之宁火速通过，视频连线已接通。视频那头的画面让夏之宁一愣，对面居然是个金发碧眼的混血帅哥，他帅得很张扬，五官高耸深邃，又带着龙国人的精致，只是他脸上贴着好几亿个创可贴，像是脸上受伤了。夏之宁瞬间猜到了意中人这个用户名的意思，这位有钱帅哥该不会是意大利和龙国的混血吧？大夫，救救我女儿！混血帅哥一开口语出惊人，普通话也挺标准。我女儿恋爱脑晚期怎么治？他说着举起手里漂亮的三花小猫咪，我女儿的魂被外面的小黄毛勾走了，成天在外面鬼混。夏之宁疑惑歪头，小黄毛？混血帅哥拿过自己平板，平板上是一只大橘猫，就是他，我们别墅区的流浪邪恶橘猫。七斗派人把方圆10里的流浪公猫全都抓去绝育割蛋蛋了。夏之宁闻言嘴角抽搐，他这是连上了个留洋回来的拆弹专家啊！那很好啊，既保护了你家三花，又做了件善事。绝育能够降低公猫患上疾病的风险，减少攻击性，延长寿命。混血帅哥摇头，一脸苦涩。我女儿却记恨我，阉了她的小黄毛男友，每次在我吃饭前跳上饭桌，把我面前的菜全部都踹到地上，发脾气，还对我哈气。哈气是小猫咪表示生气、感到威胁或者害怕、紧张时的反应。他脾气越来越差了，还时不时跳上桌挠我脸，或者用爪子抽我嘴巴。混血帅哥指着自己脸上的创可贴，老父亲寒心。喵！夏之宁注意到三花小猫咪在混血帅哥手里还在不断的蹬腿，疯狂喵喵叫，一副炸毛的模样。混血帅哥更受伤了。医生，你看，虽然我听不懂他说的啥，但是一听就骂得很脏。医生，你能听懂他说的啥吗？能不能帮我劝劝他？我这是为了他好啊。然而此时，夏之宁听完三花猫的喵喵叫，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不对，他不是在骂你，他是在保护你。混血帅哥不可置信，保护我？他委屈捂着脸，他明明是在用喵喵拳教我重新做人啊。弹幕那些看笑话的此时已经开始吐槽，夏之宁听不懂小猫说话，已经开始胡说了。主播说的这个保护是收保护费的保护吗？有没有点逻辑啊？在这故弄玄虚。夏之宁并未理会弹幕，追问道：你家是不是有一个叫蔡阿姨的住家保姆？混血帅哥立刻愣住，你怎么知道？夏之宁指了指三花猫，是玉媛告诉我的，玉媛就是这只三花猫的名字。混血帅哥瞳孔地震，你咋知道我女儿的名字？夏之宁耸肩，因为你家喵喵刚刚对自我介绍了，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叫沈。眼前这个混血帅哥叫沈嘉尔。等会儿，沈嘉尔赶紧打断夏之宁，小祖宗，我已经相信你是动物沟通师了，求你别说了，谁懂啊？连个麦要被开户了。沈嘉尔求饶，他在朋友圈刷到有人转发夏之宁的直播间让大家看乐子，被动物沟通师5个字吸引，本来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没想到这主播真有点东西。夏之宁笑着对着三花猫做了个手势，玉媛，站起来。屏幕那头的三花小猫噌的一下就从沈嘉尔怀里站起来了，乖乖。夏之宁安抚他，你别担心，今天就帮你解决。三花小猫点了点头，对夏之宁疯狂摇尾巴，谢谢夏姐姐。比起之前暴躁的状态，现在明显乖巧许多。沈嘉尔裂开了，为什么他这么听你的话？到底谁是猫的主人啊？就在这时，沈嘉尔那头响起一道话外音，少爷，早餐好了。这次是在餐厅吃还是依旧躲着猫吃？沈嘉尔看向夏之宁，我现在吃个早餐都得躲进房间吃，避着我女儿，实在是太卑微了。夏之宁压低声音和蔡阿姨说，端进房里。沈嘉尔一愣，夏之宁语气笃定，你放心，这一次小猫不会踹你的饭碗了，
过一会，蔡阿姨把早餐端了进来，不好菜后，她担忧看了一眼还在房里的三花猫。少爷，猫不用带出去吗？沈佳儿摇头，玉圆今天很听话。三花猫乖巧地趴在主人怀里，并没有跳上桌捣乱。蔡阿姨眸色闪了闪，恭敬退了出去。沈佳儿闻着饭菜的香气，不禁感叹，在国外这些年真不容易，还是龙国的家常菜最好吃。她拿起筷子正准备开动，夏之宁冷不丁出声，来了一句：现在报警吧，饭菜里被下了东西。沈佳儿手里的筷子啪的一下掉在地上。啊！她从座位上弹起来，离桌上的饭菜2米远。评论区，别说主播这剧本还挺有意思，看个乐子。为了节目效果，还特地请了外国演员，租了大别墅，也是下血本了。有本事真报警啊！看警察不把你们这些演员给抓起来。这一句弹幕刚划过，沈佳儿就报警了。喂，警察叔叔，有人要害我。见沈佳儿真打电话报警，直播间许多观众感到意外，还真报警了。等会来的警察不会也是演员吧？假扮警察，应该不会有人作死到这种地步吧？好像不是剧本。再看看，难道主播真能听懂小动物说话？好奇心作祟，留在直播间蹲后续的观众越来越多，在线人数已经突破500人。沈佳儿报完警后，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夏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之宁清理完沙漠乐园，坐在小凳上休息，解释道：玉圆每次踹翻你的饭菜，不是因为对你怀恨在心，而是蔡阿姨在饭菜里加了东西。沈佳儿疑惑，玉圆是怎么知道的？夏之宁开了瓶矿泉水。玉圆之前每天晚上趁你睡着，都溜出去和橘猫约会。有天晚上，他在小树林撞见了蔡阿姨，他喝了口水，轻轻道：有人给蔡阿姨一瓶东西，让她加在你的饭菜里。沈佳儿眉头皱得更紧了，难怪玉圆会踹我饭碗。夏之宁用毛巾擦了擦头上的汗。你有蔡阿姨保姆房的钥匙吗？沈佳儿点头，有的，保姆房储物柜第2层，有一瓶看起来很普通的塑料眼药水。夏之宁边说边喘着气，其实就是毒药，干体力活对他这个病秧子来说累上加累。沈佳儿立刻站起来，我这就去保姆房门口蹲着，等警察来。他注意到夏之宁本就病态白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夏医生，你没事吧？夏之宁摇摇头，我身体不太好，老毛病了，歇会儿就行。沈佳儿见夏之宁这病弱的模样，真是怕这名主播下1秒就嘎巴1吓死他手机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真正的动物沟通师，可不能出事。见识了夏之宁的本事之后，他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想拜托他呢。沈佳儿不放心的拿起手机，下楼，没有挂断连麦。警方出警很快，2名警员来到沈佳儿的别墅大门口。你好，沈先生，是你报的警吗？对，有人在我的饭菜里下毒。沈佳儿带着警员径直往保姆房走。保姆房打开，玉圆就迫不及待窜了进去。随后他站起身子，用爪子扒拉橱柜柜门。警察叔叔，毒药就在这里。他委屈巴巴，但是门太重了，我没有力气。沈佳儿一把玉圆抱起来，仔，你离那块远点，危险。警员看着猫猫反常的反应，拉开了柜门。沈佳儿一眼就看到了一瓶塑料眼药水，还真的摆在储物柜第2层。三花小猫的爪子也指着那瓶眼药水，叔叔，就是那个。警员戴着手套，将那瓶眼药水拿起来，无色无味的液体。2名警员中年长的那位看起来很有办案经验，先测测是不是重金属超标。年轻警员拿着一个检测重金属的仪器扫了一下，30秒过后，仪器发出滴滴的报警声。年长的警员脸色瞬间严肃起来，仪器显示他元素超标。他？沈佳儿挠了挠头，警察大哥，他是什么东西？年轻警员解释，他元素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重金属，易溶于水和食物，长期摄入这种重金属，一开始会脱发，容易疲劳，手脚刺痛，等最后就会逐渐变成痴呆，器官衰竭。年长警员补充道，这么说吧，他元素以前是被用来做老鼠药的。沈佳儿此时正巧犯困打了个哈欠，听到这话猛地一震，他挠头，啊，我已经在家里吃了好几顿饭了，都是蔡阿姨做的。几根金色的短发随着沈佳儿挠头的动作掉在地上。沈佳儿立刻石化，他在手机上飞快点动，我还是先给我自己叫台救护车吧。别墅1楼，蔡阿姨抱着刚洗的衣服进门，听见保姆房有动静，狐疑的走了过来。一看到穿着制服的警察，他手里的衣服一下掉到地上。蔡阿姨转身就准备开溜，别跑！蔡阿姨被警察扑倒在地上，双手被铐上了手铐。夏之宁直播间人越来越多，在线人数已经破1000人。网友们没想到看个直播还能当场目睹警方逮捕犯人的画面，直呼刺激。哇靠，我只是想来吃个瓜，没想到能亲历帽子叔叔抓人。一路蹲下来，主播真没说谎啊，货真价实的动物沟通师。关注了。卧槽，我只是在朋友圈看到有个富家千金被发现是假货，被赶出豪门后沦落到铲屎，也没说人家是这样牛逼的动物沟通师啊。一开始来看夏之宁笑话的那些豪门少爷小姐，见他们不仅没有气到夏之宁，还反倒给夏之宁带来了一波流量。破防关闭直播间，警方将蔡阿姨带走了。沈佳儿叫的救护车也到达了别墅门口，他给夏之宁刷了个嘉年华。后台发了一条私信，沈佳儿正准备结束连麦，却见屏幕那头的夏之宁身形晃了晃，直接晕倒在了地上。夏姐姐！沈佳儿怀里的三花小猫急得用爪子挠沈佳儿。卧槽！救命恩人，你醒醒，你可不能死啊！沈佳儿一瞬间慌了神，
隔着屏幕心急如焚，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拨通了电话。南城新建的商业写字楼会议室里，空气凝滞，所有人屏息等待。顾怀也坐在长桌尽头翻看着合同，黑色西装勾勒出凌厉肩线，修长手指间转着一支万宝龙钢笔。手机震动，他扫了眼来电显示沈嘉尔，眉峰微蹙，这小子怎么突然打自己内线急电？顾哥，你是不是在南城谈项目？电话那头，沈嘉尔声音急迫，救命啊！顾怀也笔尖一顿，扫了眼还在等他决策的众人，嗓音冷沉，姓沈的，你最好真有性命攸关的事。沈嘉尔语速飞快，帮我救个人，对你对我都很重要，就在南城写字楼附近的森宇动物园。电话挂断，顾怀也合上合同，起身，动作利落。诸位，下次再继续。会议室鸦雀无声，众人面面相觑。3亿的合同，顾总说推就推，不愧是商业帝国顾家掌舵人，实在任性，无人敢拦，只能目送那道挺拔身影推门离去。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清晰的像某种无声的威慑。夏之宁软绵绵的倒在地上，意识尚存，嘴唇却发不出声，连指尖都动弹不得。恍惚间，视野里撞进一道修长阴影笔直的西装裤管下，那双长腿近乎傲慢的延伸着。下一秒，他整个人被拦腰横抱起，冷冽的木质香劈头盖脸隆下来。是哥哥吗？他拼命聚焦视线，手指揪住对方昂贵的衬衫前襟。男人似有所觉，低头，是一张和纪淑云长气质截然不同的脸庞，帅得极具冲击力和野性，眉眼如刀裁，下颌线倨傲地绷着，像匹独行的狼。他看他时，那双黑沉沉的桃花眼扫下来时，带着上位者的压迫感。不是纪淑云，他是谁？这个认知刚浮上心头，夏之宁沉沉地合上了眼皮。夏之宁再次恢复意识，闻到了熟悉的医院消毒水味，身旁好像有人在说话。他只是劳累过度，营养不良晕倒。男人嗓音冷俏，字字裹着冰茶。这点小事，你使唤我救？沈嘉尔，你活腻了。低沉声线擦过耳际，像把未出鞘的刀。紧接着就是一阵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夏之宁迷迷糊糊睁开眼，只看见男人离开病房的背影。救自己的人是沈嘉尔的朋友。夏之宁揉了揉发胀的脑袋，枕边的手机震动，是纪淑云的电话。他连忙接听。纪淑云语气急切，之宁，你在哪儿？夏之宁声音虚弱，哥，我在医院，你别担心，只是营养不良晕倒，老毛病了，地址发我，我马上过来。纪淑云来得很快，他想着夏之宁要搬去动物园的宿舍，上午便去超市给妹妹采购搬宿舍的生活用品，再买些零食干粮。没想到赶到动物园时，却听到员工说夏之宁晕倒，还被一个陌生男人带走。夏之宁看着给自己削苹果的纪淑云，哥，让你担心了，说什么傻话？纪淑云将苹果放到他手中。就在这时，纪淑云接了个电话，是他所在的乡镇派出所所长带来的。喂，所长，我在市区，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纪淑云听着电话，紧皱的眉逐渐松开，随后看向病床上的夏之宁。夏之宁心中忐忑，哥，怎么了？纪淑云嘴角挂着笑，替他掖了掖背角，我要去市局工作了。这么快？夏之宁惊喜又疑惑，昨晚才和杨队长说的呢。纪淑云点点头，又摇摇头，所长那边通知是市局要借调我，也就是说，只是被借到在市里上班。夏之宁撇了撇嘴，和我请求的不一样啊，这是最快回市里上班的办法了。纪淑云笑得温和，咱俩离得近也能有个照应。他看出来夏之宁其实对警局特聘顾问这个职位很心动。你不用顾着我，早些给杨队长个回复吧。杨队长刚刚给我发消息了。他晃了晃手机，借调在江城总局工作这段时间就是我的考察期，考察通过了就能够正式调到总局了，咱俩就是同事了。夏之宁听到同事2字，突然想到夏征是江城总局特聘专家，他捏了捏拳头，他们兄妹2人的业绩一定要碾压夏征，他夏之宁离了夏家会做得更好。哥，你这么厉害，一定能留下来。这时护士小姐姐敲了敲门，推着一个小推车过来了。她在夏之宁床上放了个小桌，紧接着丰盛的营养餐就被端了上来。夏之宁傻眼，他这个病秧子算是医院的常客，很熟悉，这么高规格的营养餐一份就要好几百。夏之宁小心翼翼，护士小姐姐，我没有点营养餐呀。护士看出了夏之宁的担心，笑着道，夏小姐，您的医药费和营养费已经有人付过了，您想在这里住多久都行。护士说罢，又给纪淑云拿了一份饭。先生，这是病人家属的陪护餐，那边有陪护床，您可以在这里休息。夏之宁这才注意到他住的病房和电视剧里医院豪华单人间一样，明亮宽敞。纪淑云掂了掂手中的餐盒，眉头微皱，听到护士的话有些不安。之宁，救你的人是谁？夏之宁把今天直播时发生的事情告诉纪淑云，应该是沈先生请朋友帮忙的，我看能不能联系上沈先生，把医药费转给他。纪淑云松了口气，只要不是无缘无故的赠与就好，他怕对方另有所图。他给夏之宁摆好餐具，不急，先吃饭吧。饭后，夏之宁点开自己的直播账号，他发现用户意中人，也就是沈嘉尔，给他发了私信。夏医生，你接不接线下的动物沟通咨询？我朋友的狼犬脾气日益暴躁，还不断消瘦，健康状况恶化，他寻遍名医查不出原因，能请您帮忙沟通吗？
咨询费按分钟计算，价格您说了算。如果完全治好，奖金1000万。什么？1000万？居然有人能为了自己的宠物花上1000万，真是开眼了。夏之宁对这只狼犬的主人产生了好奇。私信里，沈佳儿还附上了他的联系方式。夏之宁眼睛一亮，先试试再说，反正他比其他兽医更有优势。夏之宁火速拨通沈佳儿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那头响起沈佳儿慵懒的嗓音：“喂，沈先生，我是夏之宁，也就是今天和你连麦的森宇小夏园长。”沈佳儿已经吃了好几顿下了他元素的饭菜。夏之宁不放心地问：“你检查过了吗？身体还好吗？”夏医生，你醒了。沈佳儿听起来心情还不错。我做了初步检查，医生说发现的及时，住院观察一阵就好。那就好。夏之宁忐忑问道：“沈先生，我的医药费多少钱？我转你，麻烦你帮我转给你朋友吧。他刚刚已经收到了10万块钱的到账信息，是找到尸体头颅的悬赏奖金，现在才出小半天，应该够付医药费吧？”想到救自己的那个男人说要找沈佳儿麻烦，夏之宁顿觉愧疚。那男人应该是放下了重要的事来救自己，结果发现自己只是营养不良晕倒。沈佳儿闻言却不甚在意：“不用，医院都是他开的，这对他根本不算什么。而且我和你说的那只生病的狼犬，就是他的，到时候他还有求于你呢。”沈佳儿说到这里，语气兴奋。要是他找来的兽医能够治好顾怀野的救命狼犬，他能讹上顾怀野一辈子。夏医生，你别担心。沈佳儿宽慰道：“你在医院住到天荒地老都行哦。”不对，还是祝你早日康复。夏之宁笑了笑，心里想着1000万奖金的事儿。那我什么时候方便去给你朋友的狼犬面诊？沈佳儿不放心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可以吗？”可以的，老毛病了，好好休息就行。过了一会儿，沈佳儿加上夏之宁微信，发了一个地址：下周2上午10点来这儿。夏之宁点开地址，发现居然是一个庄园，这么有实力的吗？夏之宁喜上眉梢，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夏之宁美滋滋的吃着饭后甜点，吃到一半，他忽然想到昨天动物园员工集体罢工。夏之宁一掀被子：“不行，我今天就得出院。森宇动物园里的毛茸茸们还没人照顾呢。”纪舒云面露奇怪之色：“有啊，我看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还挺多的，我粗略数了数，就有13、14个，而且年轻有干劲。你好好休养着。”纪舒云说着，将夏之宁摁回去。今天动物园看着干净整洁，比我昨晚来的时候好多了。夏之宁闻言震惊又疑惑：“哪来那么多人啊？哥，你是不是大白天的看见鬼了？”昨天动物园员工集体离职，只剩下一个大4实习生顾林，冲着实习证明来的。夏之宁猛然想起他答应今天给顾林的实习证明盖章呢。对，顾林。纪舒云猛然点头：“今天我把东西放去你宿舍，给我指路的就是这小伙。我还特意看了一眼他工牌。”夏之宁顿时狐疑，连忙拨通了顾林电话：“小顾，我是夏之宁，我现在医院，实习证明。”小夏园长，实习证明盖章的事情不急，等你出院再说。顾林语气开朗：“对了，我今天带了几个同学来动物园，他们想来动物园帮忙，换一份实习证明。您看。”夏之宁恍然大悟，哥哥说的那些干劲十足的年轻员工，估计就是顾林的同学了。现在大学生为了一份实习证明都这么拼的吗？夏之宁狐疑：“就几个同学吗？”电话那头的顾林一噎：“22个。”夏之宁差点被口水呛住，这么多人，为啥来我这块倒闭的动物园实习啊？顾林不好意思道：“现在大部分实习简直是把我们大学生当花生油压榨。森宇动物少，还有宿舍住，而且你这位新来的园长人也好，我待了3个月，觉得挺自由的。正好动物园缺人手，我就和身边的人分享了一下，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夏之宁了，然后震惊，没想到人手短缺的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不过他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长期经营还是需要些老员工来带这些实习生。你先统计一下人员名单。夏之宁脑子里规划了一下陈诚父亲捐赠的300万，动物们的伙食费要占大头。他忐忑问道：“我现在手头紧，实习工资只能按江城基础薪资来算，你们能接受吗？”顾林惊喜：“什么？包住还有实习工资？小夏园长，你真是大好人。”夏之宁：“现在的大学生真是太好哄了吧？”顾林又说道：“对了，小夏园长，你的视频账号密码能够告诉我吗？我和同学们一起拍一些饲养小动物的日常，把你的账号做起来。你账号现在1万粉丝，可不能浪费。”夏之宁又惊又疑：1万粉丝？什么时候变这么多了？他连忙点开自己主页，这才发现自己粉丝涨到了1万，而且还在涨，刷新一下就增加。原来是有人把自己直播片段发到了网上，火了一把。他发现后台还有好些私信都是问他还接不接动物沟通咨询的。夏之宁筛选了一下，大部分都是来找乐子的，剩下几个情况看着像真有情况的。夏之宁便私信他们自己晚上8点开播，可以连麦看看情况。自己现在住院也是闲着，下午睡觉休息，晚上这段时间流量高峰期开播在线看诊，赚点零花钱。下午纪舒云便赶去江城警局总局报道了。夏之宁好好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吃过护士小姐姐送来的丰富营养餐后，便正式开播了。这次夏之宁一开播，直播间陆陆续续就有网友涌进来了。主播真的懂兽语吗？快问问我家二哈拆家前会不会喊321？开工！主播今天上午是不是超能利用完晕倒了？小夏园长颜值好高啊，像小露西美女。
就是皮肤看着病态白，好心疼，好怕主播嘎在我手机里，给你刷点医药费吧。直播间有人看夏之宁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给夏之宁刷了小礼物。夏之宁也是在互联网要到饭的家人们，他热情和镜头前的观众打招呼，同时还挂上了森宇动物园的门票链接。大家好，我是小夏园长，欢迎大家来我们动物园打卡。如果想连麦给自家宠物看诊，刷个跑车就可以，跑车价格是500斗币，价值50块钱，夏之宁能到手35块，就够沙漠园区的4只耳廓狐1天的伙食费了。这些小家伙是杂食动物，吃蟋蟀、面包虫，也吃猫粮，其他的肉食动物就靠300万捐款了。夏之宁开播不一会儿，就有网友给他刷了一辆跑车，申请连麦。夏之宁发现连线的居然是个官方账号，认证是梅山猴山乐园，竟然是同行找上门来了。连线接通，夏之宁吃了一惊，对面的屏幕书是黑的，只有对方的声音。小夏园长，我想请你帮忙解决一下职场人际关系问题。连麦的男生听起来声音很慌乱，我的同事天天对我进行职场霸凌。夏之宁一脸懵逼，职场霸凌，这个不应该找律师吗？这时连麦者的摄像头终于打开，对面镜头抖动，画面中依稀可见一位穿着管理员马甲的男生正抱头鼠窜，而他身后一群穷凶恶极的猴子正追着他打，一边滋哇滋哇叫，男生边跑边哭丧着脸，悟空悟空，不要再打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了？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忽然从树上倒挂下了一只猴子，猴子手里还握着一根树枝，吃俺老孙一棒。夏之宁闻言连忙大喊，快低头。连麦的男生下意识低头，躲过了猴子的树枝偷袭。男生一路狂奔，终于躲进了管理员休息室，那群凶残的猴子还在拍打着休息室的窗户。男生松了口气，小夏园长，我是刚入职的猴山管理员。他哭丧着脸，结果在这工作没2天，这些猴子一见到我就追着我打，我给他们交了不少零食当保护费，他们还是照打不误。我想请你帮我问问这些猴子为啥要打我，到底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夏之宁看着窗外哇哇叫的猴子，一眼就找到了猴王。猴王通常是猴群中体格最大、肌肉最发达、毛发更长更鲜艳的猴子，一看就和别的猴不一样。猴王此时往窗户上扔了一块香蕉皮，就是这厮15年前用高压水枪滋过本王，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兄弟们，给我往死里打，不要放过他。夏之宁将猴王的话翻译给连麦的男生，男生听后一脸苦涩，15年前我才5岁啊，哪拿得动高压水枪？而且那时候还是小屁孩，和现在长得也不一样啊。夏之宁沉思，猴子是能够记住人脸并且记住很久的，他们还挺记仇。你要不仔细回忆回忆，比如说和你长得像的亲人有没有来过猴山乐园？夏之宁记得梅山猴山乐园历史还挺悠久，上世纪末就开放了。男生经过夏之宁这么一提醒，猛然想起来，啊，我和我爸长得可像，我爸以前就是这的猴山管理员，我这份工作还是他介绍的。夏之宁闻言打了个响指，那事情就解决了，你明天让你爸和你一起上班，老一辈的恩怨老一辈解决啊。那这些猴儿岂不是会殴打我爸？这不太好吧？男生嘴上说不好，转头用自己的个人手机拨通了老爸的电话号码。爸，你明天能带我一起上班吗？我刚入职，业务不熟练。网友们哈哈大笑，这就是父债子偿吗？嘴上说不好，身体很诚实，哄堂大笑了家人们。管理员小哥哥，坏了，我成我爸替身了，好不容易误会解开。猴群在夏之宁的解释下知道打错人了，便不再刁难管理员小哥哥。就在这时，夏之宁看到评论区有个叫小优的用户正在刷屏，小夏园长，我也要连麦。急，我家鼠鼠刚刚又干坏事了，被我抓了个现行。小优直接给夏之宁打赏了个价值100元的飞机，看起来真的很着急了。夏之宁想起来，这个叫小优的用户正是之前私信自己求助的网友之一，他连忙接通了小优的连线。连线画面中，小优一脸烦躁苦恼，小夏园长，我之前不是私信你说我家仓鼠老爱在我床边撒尿吗？你看刚刚他又撒了一泡。小优指着自己床边木地板上一小滩可疑的水渍，嫌弃道，可臭了。夏之宁看到地板上仓鼠的尿液，心中生疑，你家仓鼠这排尿量不正常啊，仓鼠每次尿尿就尿几滴，有带去医院检查吗？小优苦着张脸，检查过，医生说身体很健康，泌尿系统没问题。你家仓鼠呢？我问问他情况。夏之宁越来越疑惑。小优把镜头对准仓鼠笼子，一只鸡蛋大小的仓鼠此时正窝在自己的仓鼠小屋里瑟瑟发抖，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夏之宁一怔，鼠鼠，什么东西可怕？他语气安抚而轻柔，我能听懂你说话，你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小仓鼠身子抖动的幅度小了很多，他小心翼翼从小屋里探出半个脑袋。直播间网友和小优只听到小仓鼠发出一阵连续不断的滋滋声，这小耗子说的啥呢？好像是在害怕。害怕？房间里有入侵者让他感觉到威胁了吗？此时夏之宁听完小仓鼠的倾诉，面颊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不是使坏随地尿尿，他是被吓尿的。夏之宁眼眸中闪过冷光，你床底下有东西。一句话让小优苦恼的表情变成了惊恐。网友，难道是我们这个特产大蟑螂或者蜘蛛蟋蟀？听说仓鼠会害怕快速移动的昆虫，往坏了猜，该不会是蛇吧？鸡皮疙瘩起来了。卧槽，该不会是床底下有条大蟒蛇吧？
夜里和蟒蛇共眠。小优皱眉，这怎么可能？床底下我今天早上才用伸缩拖把拖过，啥东西都没有啊。夏之宁点头，有的，你没看见，但是你家小仓鼠爬到床底下捡东西时看见了。小优闻言生气起来，主播，你该不会是想说床底下我看不到的东西吧？鬼怪幽灵，我给你打赏这么多礼物，是请你来解决仓鼠尿尿的问题，不是来看你装神弄鬼吓唬人。夏之宁叹口气，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他耐心道，你把你整张床都翻过来，就能看到我说的东西了。小优将信将疑，请隔壁的邻居夫妇帮忙一起将床翻过来。此时直播间在线观众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全都在好奇床底下到底有什么。三人的共同努力下，1.5米的木架床被翻了个面。小优和邻居夫妇看到床底的东西惊呆，一件人形的不规则物体被麻绳绑在床的背面。这件人形物体表面裹着黑色塑料，乍一看很像一个人被绑在了床的背面。弹幕一片卧槽，妈妈呀，别告诉我是人啊，如果是绑了具尸体不会发臭吗？谁他妈吃饱了没事干，绑个形状这么恐怖的东西在床底下，光是看这个我都要做噩梦了。上次是豪门恩怨剧本，主播这次是换了惊悚剧本。小幽人已经退到墙角，顿时说话都结巴了。开什么玩笑？他安慰自己，这是服装模特吧？干嘛要绑在床底下？真吓人。邻居大叔壮着胆子伸手隔着黑色塑料膜戳了戳这个被绑起来的人形物品，随后猛然把手指伸了回去，咽了口水，滴个亲娘来。这玩意儿戳起来是软的，而且有骨头，很像。邻居大叔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没敢继续往下说。小仓鼠说床底下有人喂，我刚刚一直不太确定，不敢乱说。夏之宁咬了口苹果，不过现在我觉得你们可以报警了。小优颤抖着拿起了手机报警。小优的房间是一居室，想躲也没地方躲。邻居夫妇非常好心，在等待警察来的期间一直陪着小优。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和一具疑似尸体的东西共处一室，大家心里都凉飕飕的。而此时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已经飙升到了1万。我靠，兽医频道转法制频道了，主播是柯南吗？一天直播2次，2次都遇到凶案，投毒藏尸，接下来还会有阴间事发生吗？这么说的话，我可以要在直播间住下来了。我是来看主播解读小动物的，现在吓得不敢去厕所，能不能整点阳间活？20分钟后，警察上门了。小优是在同城直播刷到夏之宁的，和夏之宁同在阳城。出警的正是阳城警察，法医也来到了现场。小优的房间外被拉起警戒线，那具被黑色塑料包裹的人形物体也被法医解开。小优和邻居夫妇已经来到楼道走廊回避。包裹人形物体的黑色塑料被解开以后，有一股奇怪的化学味道溢了出来。邻居大婶儿比较八卦，好奇的往屋里探头看了一眼，这一看他连晚饭都要吐出来了。邻居大婶冲到一边干呕。此时屋内传来法医的报告声，死者死亡超过20天，尸体被浸泡过防腐剂，凶手用食品级别的塑封机塑封尸体，塑料膜内还附有活性炭，被封存后并未散发强烈尸臭。小优听着屋内法医的声音，浑身发抖，滑落在墙角，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我的天，我居然和一具尸体背靠背睡了半个月。网友们大为震撼，我靠，这个凶手好变态啊，就这么把尸体绑人床底下。正在听歌，耳机里传来我们背对背拥抱，给我吓得尿了2滴，吓得我趴在床底下拿电筒检查了，结果一只蟑螂掉到了我头上，默默收回了露在被子外面的脚。小仓鼠也被带了出来，此时它的身体已经不抖了，乖乖地窝在小优掌心，用自己粉色的小爪子抱着小优的手指，安抚主人。它黑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小优手机里的夏之宁。兽医姐姐，谢谢你。床底下可怕的东西终于被发现了。夏之宁发现小仓鼠说话的声音好软萌，他笑了笑，不客气。鼠鼠，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床底下绑着有人喂着东西的？就是刚搬进来没几天，我喜欢在房间里到处窜，不小心把我的小胡萝卜推到床底下了。小仓鼠说到这里抱紧了主人的手指，我去捡胡萝卜就发现了。夏之宁疑惑，小胡萝卜是不是做成胡萝卜造型的磨牙小玩具？小仓鼠用力点了点脑袋，我特别喜欢小胡萝卜，一天不啃牙痒痒。每次我鼓起勇气钻进床底下，还没找到我的小胡萝卜就被吓出来了。小仓鼠粉色小爪子不安地搅着，并且吓尿尿了。鼠鼠不是故意的。夏之宁宽慰他，没事儿，不是你的错，而且你还勇敢地向我揭发了这件事儿，你就是最勇敢的鼠鼠。小仓鼠被夏之宁哄得整只鼠都开朗起来。此时做笔录的警员在询问了小优的来龙去脉后狐疑起来，你的意思是说你在一个号称能够听懂动物说话的网络主播指导下，在自己床下发现了这具尸体？小优点头，亮出自己的手机屏幕。对啊，就是森宇动物园的小夏园长，他真的能听懂动物说话。警员面色立刻严肃起来，对着手机里的夏之宁道，这位主播同志你好，我们强烈怀疑你和这起案件相关，请你速到昌宁区分局做一趟笔录。这案子怎么就突然和我有关系了？我只是在线看个诊。夏之宁顿时无语，他耸耸肩，而且你们江城总局还邀请我当他们的特聘破案顾问，就因为我能听懂兽语，总局聘请你当破案顾问。警员语气更严肃，小同志，我可提醒你，你这直播间在线人数1万，造谣浏览转发量超过500就能立案了。据我所知，江城总局只聘请了一位破案专家，
就是刑侦学的夏征教授。夏之宁正要说话，门外响起一道威严的中年男声：“没错，现在又多一位特聘授予破案顾问。”夏之宁抬头一看，江城总局刑侦队队长杨直山带着几名警员进入了夏之宁的病房，他们手上还提着果篮牛奶等慰问品。夏之宁惊喜又疑惑：“杨队长，你怎么来了？难道是又有案件需要帮忙？”镜头对面的警员听到杨直山声音，顿觉熟悉，再看到杨直山本人站到了夏之宁床边，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总局刑侦队的杨队，失敬失敬，我是昌宁分局的李志。杨直山对着他道：“你放心吧，这小姑娘可不是因为流量吹牛，也和案件没关系。我们总局向她发出担任破案顾问的邀请，小姑娘还没同意呢。”网友震惊：“卧槽，官方大佬下场认证了，主播真能听懂手语啊！这不被收编进国家队可惜了。小夏园长晚上都不用开灯，这前途亮得我睁不开眼。”夏之宁知道杨队过来肯定是谈正事的，和直播间的观众们打了个招呼后下播了。杨直山和警员们将看望的礼品摆在夏之宁床头柜上，随后又给夏之宁塞了个红包。夏之宁掂量了一下，恐怕有上千块。他习惯性推拉小连招：“杨队，使不得使不得。”杨队慈祥地笑着：“收下吧，你2次帮我们破案击凶，现在累倒了，我们也很自责，没有及时的关注到你的身体状态，你这样的人才病倒了，可就得不偿失了。”他随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合同，郑重地摆在夏之宁面前：“小夏同志，特聘顾问的待遇都写在合同上了，月薪1万，五险一金，工作时间自由，破案有额外奖金，你愿意加入我们江城总局破案队伍吗？”夏之宁翻看着合同，心中狂跳，因为合同上约定的奖励部分写着：累计侦破5件悬案，奖励1台国产高性能汽车；累计侦破10件大案要案，单位会奖励分配1套家属住房。对我局做出重大贡献的破案人才，将享受专家级别的终身养老待遇，有房有车，国家给你终身养老，这谁顶得住啊？夏之宁矜持不了一点，拿起签字笔刷刷写下自己的名字。他双手将合同递回给杨直山：“杨队，以后就请多多指教了。”3天后的早晨，夏之宁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到电量满格的状态，迫不及待出院了。他要为他的房车还有终身养老待遇奋斗。纪淑云接夏之宁出院，夏之宁回到动物园员工宿舍后，发现自己的宿舍被哥哥布置得焕然一新，铁架床已经铺上了床垫和暖色调的床单被套，柜子里全是哥哥给他囤的零食。夏之宁幸福的忍不住发出土拨鼠尖叫：“哥，你真好！”纪淑云听到这句话一怔，他觉得自己也对妹妹做得远远不够，却没想到妹妹这么容易就满足了。纪淑云漂亮的丹凤眼低垂，掩住眼中的酸涩和愧疚，宽厚的手掌揉了揉夏之宁的发顶：“哥以后会做到更好。”夏之宁和纪淑云一起帮动物园的实习生们盖实习证明的章。顾林拿到实习证明后，开心的飞起：“园长你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跑的。”夏之宁有些好奇的眨眨眼：“这3天都没见你们，能给我打个电话？园区里现在老饲养员都走了，你们应付得过来吗？我待了3个月，那也算老员工了，不过还是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顾林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不过顾林话锋一转：“我们可以摇人啊。”夏之宁震惊：“啊？”顾林笑着道：“我们不是大4还没毕业吗？有问题直接给老师打电话问老师，老师给我们远程指导。”夏之宁恍然大悟，最后有种捡大漏的感觉。动物医学院这些大学生的导师可都是教授、副教授，要是在动物医院，那专家咨询费可贵了。现在这些大学生直接白嫖，这实习工资给的太值了。夏之宁强行压下自己又翘起的嘴角：“不错不错，你们真机智。”就在这时，夏之宁的手机急速震动起来，是沈佳儿的来电。电话那头咋咋呼呼的：“夏医生，你在哪儿？我去医院接你。怎么没看到你人？你是不是忘了今天咱们要干票大的了？”夏之宁连忙否认：“没呢，1000万奖金的大事，我怎么可能忘？我是想先出院把东西放到宿舍，再打个车过去的。今天还要去松间庄园给有钱大佬的狼犬面诊。”沈佳儿不争气道：“小姑奶奶，有事你打我电话吩咐呀，我现在去森宇动物园门口接你，你好好准备。”夏之宁满口答应：“好嘞，没问题。”挂了电话后，松鼠兄弟从树上溜了下来，凑到夏之宁身边。松鼠弟弟瞪大眼睛卖萌：“小夏姐姐，你是不是要出门啊？”松鼠哥哥直接大方：“能不能带上我俩？我俩也想出去看看。听说你要去的地方叫松间庄园，好像很多松树的样子。”夏之宁想了想，点头：“人生地不熟的，带上2个自己人也好。”他找来动物园仓库里闲置的航空箱，松鼠兄弟迫不及待地排队进了箱子。20分钟之后，一辆骚气十足的红色法拉利停在了森宇动物园门口，车窗摇下来，一头金发的沈佳儿摘下墨镜，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夏医生，你今天就穿这个去松间庄园？”夏之宁还在惊讶沈佳儿的张扬，此时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工装，还有手里的航空箱斜挎的兽医工具箱：“有什么问题吗？”沈佳儿额角跳了跳：“我不是说和你穿的正式一点吗？”夏之宁指了指自己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很正式，很权威啊，一看就是去看病的。难道兽医也要秃头才算权威吗？”沈佳儿，今天松间庄园的主人寿宴，顾哥才会把狼犬带出来，不然他平时都没空的。你穿这一身算了算了，你先上车。夏之宁闻言局促地坐到了后排，红色法拉利一路疾驰，
却并没有直接去到松间庄园。沈家尔在一栋独栋建筑前停了下来，这地方看样子有些像艺术工作室和私人会所。沈家尔似乎是这里的老板，他进门一挥手，全程8、9个人围着夏之宁服务，效率高的惊人。不到1小时，夏之宁大变样。等夏之宁换上完礼服，重新坐在车上，前往松间庄园时，他摸了摸脖颈上设计独特的碎钻吊坠，还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夏之宁还以为沈家尔就是个普通富二代呢，没想到还有自己的造型工作室。他将从造型工作室带来的小零食喂给航空箱里的松鼠兄弟。松鼠弟弟呀咪呀咪，真香。松鼠哥哥戳了一下他的腮帮子。嘘，小声点。夏姐姐叮嘱过他们出来要保持安静。松鼠弟弟嚼零食的时候都是悄摸摸的。沈家尔从后视镜注意到了夏之宁的航空箱。你这航空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我的助手，2只小松鼠。夏之宁连忙解释，他们听说我要去松间庄园，觉得这个地方听名字会有很多松树和松果，就想跟着我一起。你放心，他们很乖的。没事。沈家尔毫不在意的摆摆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松鼠，你用我的法拉利拉头猪都没问题。夏之宁，那很大方了。松间庄园在市郊的山上，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沈家尔在平直的路上开车还好，到了盘山公路，沈家尔一路高歌猛进，夏之宁在车里晕得7荤8素。等松间庄园已经是肉眼可以看到的距离，夏之宁连忙拍门说要下车。你停车，让我下车，走路缓缓。沈家尔看了一眼夏之宁的脸色，连忙踩刹车。妈呀！夏之宁连滚带爬的下了，还不忘带上他的松鼠航空箱。沈家尔本来是减慢了车速，准备跟着夏之宁慢慢走的，没想到这时突然接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威严的中年男生催促道：臭小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过来！沈家尔不放心的看向夏之宁，夏之宁却摆摆手：你赶时间，你先去吧，我一个人没事的。这山上这么多动物，你信不信我待会儿比你更熟悉这里？沈家尔哭笑不得。那你小心，到了地方就在主宴厅等我，别乱跑。夏之宁拍着自己的胸口顺气，知道了，知道了。夏之宁一路步行到了松间庄园门口，这才缓过劲来。他在灌木丛边打开航空箱，2只小松鼠迫不及待溜了出来，看见庄园里这么多高耸的松树，松鼠兄弟高兴极了。姐姐，我们先溜进去玩了，这里应该会碰见不少同伴耶。夏之宁笑着看2只小家伙溜进了松间庄园，随后他来到大门口，向安保人员出示了自己的请柬，有专门的服务生领着夏之宁一路去到主宴会厅，并且贴心的将夏之宁的医疗箱放到了储物区。夏之宁穿着是沈家尔随手挑的薄荷绿长裙，头发随意用1只珍珠发簪挽了起来，再加上她皮肤白圆润的小鹿眼睛顾盼生辉，整个人往那一站，像一株清新的小薄荷，灵动漂亮。她一步入宴会厅，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豪门圈子是一个圈，这里有不少人都认识夏之宁。夏之宁之前在夏家被安排的穿着都是老气古板的，还留着厚重的齐刘海，而现在的她一出现，众人辨认了许久才认出来，这是夏之宁。我的天，夏之宁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她不是被夏家扫地出门了吗？怎么混进来的？她害得夏青青腿骨折了，怎么还有脸来？是来求夏家接她回去的吗？夏之宁无视耳旁这些声音，径直走向自助甜点区，和只小仓鼠一样，哼哧哼哧吃起来。这里伙食这么好，不多吃点，吃回本可惜了。就在夏之宁消灭一块巧克力慕斯蛋糕时，耳旁响起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紧接着是宴会宾客们的议论声。夏青青来了！天哪，怎么还坐着轮椅？不会是要坐一辈子轮椅吧？好可惜啊！夏之宁真是坏透了。我估计他是嫉妒青青从小在穷人家长大，结果还比他优秀。是呢，我听说夏之宁研究的宠物疫苗有问题，还是夏青青发现的。夏之宁闻言抬眸向宴会厅门口看去，一个留着及腰长发气质清冷的女孩坐在轮椅上，被人推了进来。轮椅上的女孩便是夏家真千金夏青青。众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腿上还打着石膏，心生同情。夏青青一回夏家，就发现这么大的问题，救了夏家，真的太厉害了。会不会是夏青青发现夏之宁疫苗数据造假，所以夏之宁才把夏青青从楼上推下去？想要灭口。轮椅上的夏青青看见夏之宁出现在这里，眼中划过惊讶，随后她上露出抹温和的笑。之宁，你终于想清楚了。我前几天刷到你在干直播，很辛苦，生病了还要播。夏青青脸上露出大度的笑容。夏家其实很欢迎你回来，毕竟你和爸爸妈妈也有22年的感情，不就是被赶出夏家之后被社会毒打，知道错了。给夏青青推轮椅的许瑶一脸轻蔑，抬着下巴看夏之宁。狗饿了，知道回来了。青青，他等会和你道歉，你可千万别原谅他。许瑶对着夏青青说话，立刻变得柔声细语。夏之宁伤了你一条腿，你至少得让他跪下来给你磕头谢罪。许瑶是以前夏之宁的小跟班兼塑料闺蜜。夏青青回到夏家之后，许瑶便倒戈向着夏青青了。夏之宁还没吃几块小蛋糕，就被这些人扰了清静。他咬了口蛋糕上的草莓，无语的白了许瑶一眼。许瑶，没看出来你有给人当贴身婢女的癖好？从前帮我拎书包，现在帮夏青青推轮椅。夏之宁摸了摸下巴，煞有介事的道：确实像饿了围在主人身边打转的狗。你描述自己还挺准确的。周围传来低低的哄笑，许瑶顿时涨红了脸。夏之宁，你……
夏青青皱眉，适时出声：“知宁，我知道你也有回来，抢了你的位置，心里有怨气，但是请你不要针对其他人。你不愿意道歉也没关系，不会在爸爸妈妈面前帮你说好话的。一家人和和气气最重要。虽然你的疫苗出问题，但我还是相信你作为顶尖兽医的实力。”夏青青向夏之宁伸出手：“回夏家吧，咱们一起把夏家的宠物领域做大做强。大家见夏之宁这个假货这么嚣张，夏青青这位真千金反而大气有格局，对夏青青赞不绝口。哇，不愧是 S 大的学霸女神，这格局比夏之宁这种小肚鸡肠的假货大多了。真千金在穷人家长大，还能保持这样的气度，凤凰就是凤凰。”夏之宁看着夏青青伸出来的手，笑了笑，忽然一步步朝她走过去。随后，他把手里的蛋糕盘子和叉子带到夏青青手上，又用纸巾擦了擦嘴，放到盘子里。谢谢，麻烦帮我放到餐盘回收处。夏青青脸上的表情一瞬间差点碎掉，她忍下生气，一副人淡如菊的模样。知宁，何必这样刁难我？我腿脚本来就不方便，因为我看你和你身边这位贴身婢女很闲的样子。夏之宁耸肩，你腿又不是我弄伤的，还污蔑我，你腿脚不方便的原因，你自己清楚。他气定神闲道，我可不是来向你道歉的，我也不是来求着夏家接我回去的。夏之宁扫过这些人，你们一个两个也太自恋了。我参加这个宴会是有人请我来给一只狼犬看诊。此话一出，宴会众人瞬间沸腾起来。狼犬难道就是顾少的那只救命狼犬？我听说顾少把这只狼犬看得比家人还重，所有事情都要排在这只狼犬后面，怎么会请夏之宁来？夏之宁什么时候攀上的顾家？小道消息，夏家和顾家以前好像定过亲。夏青青闻言，眼中划过震惊，而许秋冷笑一声，面上的神情意外又惊喜。你这个撒谎精，用什么借口不好，偏偏用这么装的借口？我们青青，夏氏宠物医院总院的院长，才是特别受顾家邀请来给顾少的狼犬看病的。大家纷纷露出吃瓜的表情。哇，夏之宁这是吹牛撞枪口上了，这可是顾老爷子的生日宴，谁知道夏之宁的请柬怎么来的？该不会是给谁陪睡拿来的吧？许秋一脸得意，以为抓到了夏之宁的把柄。我们青青才是来给狼犬看诊的兽医，你是来做什么的？来讨饭的。讨饭从网络上讨到线下来了。许秋一脸刻薄地打量着夏之宁的穿戴，身上穿的礼服和饰品都是没见过的款式，像是抄袭顶尖设计师 Siren 风格的杂牌子货。他话语里也有自己都没察觉的嫉妒。夏之宁这身礼服的料子不知道是什么料子，光泽感好看极了。就在这时，宴厅楼梯上响起沈佳儿的声音：“这位小姐，我才说说你眼神好使还是不好使呢。”众人抬头，只见一位穿着酒红色丝质衬衫、金发碧眼的混血帅哥从2楼楼梯上走下来。沈佳儿双手抱臂，正是我本人设计最新设计的礼服，还未正式公开。夏之宁小姐是全球首穿，一句话让现场所有富家千金炸锅。眼前这个混血帅哥，就是被全球各大顶奢品牌争抢的新兴设计师 Siren 设计的奢侈品联名款，就算是有超能力，也要排队至少1个月才能拿到。从小被训的只知道读书的夏之宁，此时一脸懵逼的眨了眨眼。Siren 是谁？很牛吗？居然还敢起神话里海妖的名字。许秋此时脸火辣辣的疼。抱歉，是我眼拙了，把正品说成是杂牌。沈佳儿不甚在意，他径直向夏之宁走来，碧蓝的眸子亮晶晶的，看夏之宁的眼神就像在看大金疙瘩。走，夏医生，我带你发财去。那只狼犬就在楼上。然而还没等夏之宁开口，楼上忽然传来保镖急促的喊声，一楼所有人赶紧散开，顾少的狼犬失控了。紧接着，夏之宁就看见2楼窜出来一道灰色的身影，那家伙似狼似狗，生的和狼王一样高大，此时正像发了疯似的往楼梯下奔来。半人高的狼犬从楼上冲下来，他一路横冲直撞，发出凄厉叫声，令人胆寒。1楼宴厅的宾客们慌张逃散躲避，给夏青青推轮椅的许秋却是看准了方向，推轮椅的手微微一使劲，混乱的人群之中，身体单薄的夏之宁被人重重撞了一下，他摔坐在地，摔倒的疼痛还没缓过来，就见那只巨型狼犬朝他的方向冲了过来。非常不巧，他摔在了狼犬的冲撞路径上。他听懂狼犬痛苦的呻吟，快跑，敌人的空袭来了，主人有危险。夏之宁大学时期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实习过，在国外战乱地区进行过动物救助。国外战乱地区，当地会训练军犬来嗅探地雷巡逻警戒或者搜救追踪。他眯起眼睛，几乎是一瞬间就判断出来，眼前这只失控的狼犬很可能担任过军犬，并且留下了战后心理创伤。战后创伤的患者经常会出现幻觉，以为自己还在战场上，神经变得异常紧张，判断已经无法躲开狼犬。夏之宁干脆不躲了，朝狼犬伸出手，救救我。这样从小被训练的狗狗，救人的指令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甚至会舍弃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人类的安全。夏之宁赌他会为了救人停下来，救救我。狼犬听到了夏之宁喊的救命，几乎是一瞬间，身体一率先就做出了反应，他的速度骤然减慢，在接近夏之宁的一瞬间将他扑倒在地。但这动作并不是攻击，狼犬将夏之宁护在自己身下，4条爪子紧紧将他笼住，他毛茸茸的脑袋贴着夏之宁的颈部，保护着人类最脆弱的地方。如果现在是在战场上，这只狗狗就是在用身体给夏之宁当盾牌，
为他挡住子弹或者飞来的爆炸残骸。他凄厉的叫声也柔和下来，变成安抚的呜咽。人，没事了，别怕，有我保护你。夏之宁顿时红了眼眶，他伸出胳膊，紧紧环抱住了狼犬的身体。眼前这只看起来凶悍吓人的大狗狗，就算自己饱受着精神创伤的困扰，本能反应还是拯救人类。狗狗被照顾得很好，它的皮毛很柔软，抱着像大型毛绒玩具，安全感爆棚。夏之宁眼眶湿润，摸了摸狗头，乖狗狗，空袭结束了，我们安全了。作为知行合一的学霸，他有丰富的动物安抚经验。此时，夏之宁双手轻柔地按摩着狼犬耳朵边的穴位，附在狼犬耳朵边说道：“我们现在在一个和平美好的地方，这里的建筑很华丽，很整洁。我们已经离开战场了。”夏之宁察觉到狼犬紧绷的身体开始放松了，他低头用毛绒大耳朵蹭掉夏之宁眼尾的泪。人，不哭，我们待在一起，安全。夏之宁一怔，忍住爆哭的冲动，继续柔声安抚：“对，我们安全了。现在大家都在聚会，这里没有战争，只有美好。你听，周围只有欢快的音乐，语言和音乐能给动物传递信号，让它们产生安全感和放松感。”夏之宁刚准备开口，让人通知宴会请的乐团演奏轻柔悠扬的曲子。快！乐团的乐师不要慌，继续表演音乐，要欢快轻柔的音乐。夏青青的声音突然在夏之宁身畔响起。夏之宁惊讶偏过头，这才发现轮椅上的夏青青不知何时已经跪坐在自己身旁，只是狼犬毛茸茸的大耳朵挡住了他的视野。夏之宁警惕地看向夏青青，刚才自己和狼犬说的话全都被夏青青听到了。夏青青脸上挂着担忧关切的表情。之宁，你没事吧？真的吓死我了，你要是出事，不知道爸爸妈妈该多伤心。与此同时，乐团乐师在夏青青的嘱咐下立刻奏起了悠扬轻柔的音乐，而狼犬也慢慢冷静下来。他慢慢从夏之宁身上起身，随后乖巧地蹲坐在夏之宁身旁，吐着舌头，乖得不得了，和刚才吓人的样子判若两狗，这是随时待命的姿势。夏之宁猜测他在等待他的主人。慌乱的宾客们也逐渐冷静下来，惊讶地看着乖乖蹲着的狼犬。众人忍不住感叹道：“哇靠！”夏青青让乐师换了首曲子，发疯的狼犬就好了。神医啊！夏之宁刚刚不是说了一声救救我吗？真千金立刻就去救人了，真的很勇敢了。夏家的真千金也太善良了，自己被害得坐轮椅，居然还舍身去救这个假货。夏之宁居然连声谢谢都不说，这算救命之恩了吧？很快有人将夏青青扶上了轮椅，大家众星捧月般围着夏青青，嘘寒问暖，查看夏青青有没有受伤。夏之宁则是被沈佳儿扶起来。夏医生，你没事吧？沈佳儿刚才虽然被人群挤散，眼睛一直盯着夏之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只能疯狂祈求，希望精通授语的夏之宁能够对付狼犬。果然，夏之宁没让他失望。夏之宁摇摇头：“我没事，我知道这只狼犬为什么失控了。”沈佳儿欣喜若狂：“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贵人。”等等，沈佳儿看了眼被众人围着夸赞的夏青青，目光诧异，他转而看向夏之宁：“夏医生，我怎么觉得狼犬在那个女人让乐师换曲子前就已经被你安抚住了呢？”夏青青偷听了我和对狼犬的话。夏之宁目光冷下来：“让乐师换曲子是我的主意。”我靠，死绿茶！沈佳儿怒骂：“我现在就去撕了他！”夏之宁拉住他：“这些人对我有偏见，他们只相信他们看到的。你现在去，他们反而觉得我俩之间有什么。你才这么护着我！现在给狼犬正式做一次诊断才是要紧事。”夏之宁摸了摸狼犬的尾巴，看诊就能看出谁是只会偷东西的水货了。人，我现在等我的主人过来。狼犬用自己的蓬松大尾巴缠住夏之宁手腕，像是在安抚夏之宁。我主人是特别厉害的医生，他会检查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在这之前，我要守护你，不能乱动，等待主人的指令。夏之宁诧异，狼犬的主人居然是医生，难道是战地医生吗？就在他好奇之时，一道低沉的嗓音撕裂宴会喧嚣，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暗星，过来！所有人的目光如被磁石吸附，齐刷刷投向门口。男人逆光而立，高大身形如一头蓄势待发的狼王，西装革履也遮不住骨子里的野性。他的五官锋利如刀削，眉骨高耸，眼窝深邃，一双本该多情的桃花眼，却因眼底的冷厉而显得薄凉至极。他缓步走来，宽肩将西装撑出凌厉线条，紧实的腰身却窄得极具力量感。衬衫袖口下隐约可见裘结的青筋。男人一出现，现场这些宾客就趋之若鹜围上来，想攀上点关系。夏之宁见到男人的脸，顿感熟悉，这就是那天送自己去医院的人。他惊讶询问沈佳儿：“他就是狼犬的主人？”“对。”沈佳儿点头。这只狼犬名字叫暗星，顾哥以前被后妈设计送去国外当战地医生，暗星是顾哥在战地相依为命的伙伴。顾哥，夏之宁很少被夏家父母带出去社交，对这些豪门内部情况不太了解。可即便如此，顾氏集团的存在仍如空气般无孔不入。顾氏集团以医药发家，短短5年内，金融新闻的头条、顶级商圈的地标，甚至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都逃不开那个象征着权力与财富的姓氏。夏之宁大概猜到了狼犬主人的身份，他姓顾，是顾氏集团的？不，顾氏集团是他的。沈佳儿震惊看着夏之宁，他就是顾氏集团总裁顾怀野。你居然不认识？横扫豪门的商业新贵，
财富增速度在全球都排前列，以一己之力带飞没落的顾家。沈嘉尔不忘自恋补充，当然，本小爷也不比他差多少。夏之宁摇摇头，没想到那天就自己的男人这么大来头。我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不是研究病例就是照顾动物，哪有时间关注这些？这样忙的大佬推了3个亿的合同来救自己，结果发现自己只是营养不良晕倒，估计气炸了。希望他不要把这3个亿的账算到自己身上。夏之宁看向顾怀野，心中忐忑。此时，狼犬暗星摇着尾巴奔向顾怀野身边，随后他咬住顾怀野的西装衣料，一个劲地将顾怀也往夏之宁这边拖。主人，主人，那边有伤员要检查。狼犬一过来，围着顾怀野的宾客们一瞬间散开，给他让出一条道。他们很清楚，在顾总的救命狼犬面前，他们连一根狗毛都比不上。顾怀野大掌揉了揉暗星的脑袋，带我去看看。暗星摇着尾巴，立刻将顾怀野带到夏之宁面前。夏青青见状，不动声色地攥紧了自己的裙子。顾怀野生得很高，目测有1米9了，而这只狼犬和他一样，也很大只，一人一狗站在夏之宁面前，压迫感十足。是你？顾怀野眯起眼睛，看了眼夏之宁，眼前的女孩像一株柔弱的小薄荷，胳膊纤细，像伸手一捏就能掐晕的那种。顾怀野不喜欢弱者，他冷声问：“这回又是哪里不舒服？”夏之宁觉得眼前这个人的气息很可怕，有枪林弹雨中磨出来狠戾与野性。他打了个冷战，没有不舒服，是刚才，顾总，刚才他被失控的狼犬扑倒在地上，是我女儿夏青青将狼犬安抚住，救了他。夏青青的父亲夏成谄媚的声音响起。夏成推着夏青青的轮椅来到顾怀野面前：“顾总，我是夏氏宠物医院董事长夏成，是我女儿夏青青，青青是资深兽医，今天来给您的狼犬治病看诊。”轮椅上的夏青青朝顾怀野颔首，脸上的笑容娴静大方。青青现在才22岁，已经是我们连锁宠物医院总院的院长了。夏成说罢，转头瞪着夏之宁：“夏之宁，你还来这里干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吗？”夏之宁之前在夏氏宠物医院累死累活，也只是个主治医生，没想到夏青青一回来就当上院长。夏之宁嘴角带着嘲讽笑了笑，并未理会夏成。他看向顾怀野：“顾先生，谢谢你上次救了我，时间宝贵，还是赶紧给暗星看诊吧。”夏成见夏之宁直接把自己当空气，顿时火冒3丈：“夏之宁，你耳朵聋了？我在和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我是不会接你回夏家的，你赶紧滚！”这位夏先生，沈嘉尔收起了脸上玩世不恭的笑容：“夏之宁小姐是我沈家请来给顾哥的狼犬看诊的，是今天宴会的贵客，请你放尊重点。”夏成听到沈家，无比震惊。夏家和底蕴深厚的百年豪门沈家比起来，还不够看。他眼带嘲讽看着夏之宁：“你倒是能耐了，竟攀上了沈家这棵大树。”沈嘉尔纠正夏成的话：“不是他攀上沈家，而是我，沈家独子沈嘉尔，有求于他，明白了吗？”此言一出，所有人震惊，紧接着好奇起来。传闻这位沈家少爷眼高于顶，夏之宁究竟有什么能耐？就连沈嘉尔都求他办事。我亲眼看见，狼犬是夏之宁医生安抚好的。沈嘉尔迫不及待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出头：“夏先生，你女儿偷夏之宁的成果，还在这儿装无辜，真是塑料袋成精够能装的。我劝你赶紧把人领回去，好好管教，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夏青青闻脸色一白：“我没有。”他语气倔强：“沈先生，你怎么能为了讨好之宁就颠倒黑白呢？”夏成虽然忌惮沈家，但此时也为女儿撑腰：“沈少爷，宴厅中的大家都是有耳朵的，青青这次能治好狼犬，他们就能顺理成章攀上顾家，还能将以前顾家定下的联姻人选从夏之宁改成夏青青。”夏成想到这里，说话越发有底气了：“是青青提出让乐师更换曲子，狼犬才从夏之宁身上下来。”现场的宾客们纷纷点头：“就是，明明是夏青青救人，夏之宁这白眼狼还抢功。”忽然，一直未出声的顾怀野冷笑一声，众人顿时噤若寒蝉。今天倒是热闹。顾怀野手指摩挲着狼犬的下巴：“暗星，2个人中，刚刚是谁让你安定下来的？”狼犬看了看夏之宁，又看了看夏青青，轮椅上的夏青青露出自信大方的笑容，朝暗星伸出手：“暗星，别怕，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战场上了，这里很安全，没有敌人空袭。”简直是把夏之宁刚才安抚暗星时说的话照抄了下来。顾怀野听到战场空袭几个关键字眼，猛然抬眸看了一眼夏青青。他当战地医生的那2年，从来没和任何人提过细节。狼犬鼻尖忽然动了动，他踱着步子朝夏青青走了过去，嗅着夏青青的手，随后围着他打转摇尾巴。顾怀野见状，唇角忽然弯起，眼中闪过一抹阴鸷，但并未出声。狼犬围着夏青青打转，落在众人眼里，像是狼犬和夏青青特别亲近，特别喜欢夏青青。大家见状露出了然的神色，都说了吧，是人家夏青青治好了狼犬，夏之宁真不要脸，被夏青青救了还要反咬一口，这只狗狗都看不过眼了，亲自来指认安抚他的人。夏成见状，怒喝一声：“夏之宁，还不给我滚出去！你3番5次针对青青，心思歹毒阴险，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夏家的，死了这条心吧。”夏之宁依旧没有理会他，因为狼犬朝着他叫唤：“兽医小姐，这个女人手上和身上的气味不对劲，我闻着好兴奋好上头。
忍不住想要靠近他。夏之宁闻言弯唇，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迈步向夏青青走去。他抓住夏青青的手腕，嗅了嗅，你做什么？离青青远点。夏承一把将夏之宁推开，夏承推得用力，夏之宁踉跄后退时，一只宽厚的手掌突然攥住他的胳膊，稳稳拖住了他摇晃的身形。那手掌的主人却在确认他站稳的瞬间，触电般收了回去。夏之宁一看，竟是顾华野扶住了他。夏之宁一抬头，正对上顾华野冷峻的侧脸。谢谢。他眉眼弯弯道谢。这个顾华野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只是面上冷冷的，哎，只是怕你砸到我。顾华野只觉得这笑黄眼睛，语气更冷了。夏之宁表情一怔，他收回刚才说的话。顾华野你刚刚从他身上发现什么了？安心可不是亲近夏青青。夏之宁语气笃定，而是闻到夏青青身上有特殊的气味，贴近他反复确认。他转头看向顾怀野，顾先生当过战地医生，应该很熟悉训练犬这个围着人打转摇尾巴的姿势，代表的含义吧。顾怀野抬眸和他对视，抬了抬下巴，示意他继续往下说。两人四目相对，夏之宁竟觉得无端有种默契感。他很确定顾怀野已经知道夏青青身上不对劲了。夏之宁朝众人道：训练犬围着陌生人打转，可不是示好，而是防止嫌疑人逃跑。此言一出，众人炸锅。我刚刚闻到了，夏青青手上有内啡肽类似物的气味。夏之宁盯着夏青青，一双小鹿言此实亮的能将人看透。内啡肽能够让动物产生愉悦兴奋的感觉，会让小动物很上头。什么内啡肽？外啡肽的。夏承指着夏之宁骂：你鼻子和狗一样灵了。夏之宁眼中闪过狡黠，既然不信，那我们就验证一下。不只是狼犬，其他小动物闻到夏青青身上的味道，也会想要和它贴近的。夏之宁说到这里，忽然快步走到燕厅门口。松间庄园现在这么大一片的松林内，应该有不少小动物吧？他朝着树上高声喊道：小松鼠，快带着你们的朋友过来。夏承轻哼一声，你以为你是山大王，动物都听你号令？然而他话音刚落，一只小松鼠就从门宴厅门口的松树上溜了下来，紧接着一只、两只、三只，鼠鼠来了，足足10来只小松鼠，就这么和做客似的成群结队溜进了宴会大厅。松鼠哥哥和松鼠弟弟带头，直接窜上了夏青青的轮椅。吃得胖乎乎的松鼠弟弟在夏青青身上跳来跳去，小爪子在她的儿浅色裙子上留下梅花脚印。他们在松间庄园结识的松鼠朋友们也围着夏青青打转。哇，这个女人手上好香啊，她身上也有香味，比我吃过的所有食物都要香。小松鼠们一股脑地爬上夏青青的轮椅，一会儿夏青青身上就挂满了松鼠。一两只小松鼠很可爱，一大窝松鼠那很恐怖了，尤其还是野生的，身上可能会携带细菌。不仅如此，小松鼠们还伸着舌头舔着夏青青的手，把夏青青的手当成了香喷喷的食物。饶是特别能装的夏青青此时再也忍不住发出害怕的尖叫，走开走开。然而这时不只是松鼠，宾客们携带的大小型犬类庄园附近的流浪猫见这么多小动物都往宴厅里涌，都来凑热闹了。越来越多的小动物涌进大厅，围着夏青青打转，鼻子在夏青青身上嗅来嗅去。夏青青吓成妇女赶都赶不过来，夏青青身边俨然成了一个小型动物园。最后还是顾家保镖出动，带着各种各样诱惑动物的食物，才将这些狂热的小动物们请出了宴厅。而夏青青终于得救，此时她脑袋上身上都粘着各种动物的毛毛，浅色裙子上全部都是动物的爪印和口水印，她手上湿漉漉的，还有牙印，一看就被动物当凤爪啃了。夏青青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夏承急得连忙让服务生去叫医生。夏青青现在身上已经没有香味了，都是各种动物风干的口水味，那叫一个臭。众人退避三舍，形成了一个隔离带，就连夏青青的跟班许秋都不由得离远了一些。夏之宁憋笑憋得肚子疼，只得转过身低头偷笑。他拍了拍身后人的胳膊，压低声音吐槽：沈佳儿，我就说让你不要急，我自会出手。对方手臂肌肉很紧实，手感还挺好。夏之宁不由得多摸了一把，你看见没？刚刚夏青青身边都能开个动物园了。看见了，你的杰作。夏之宁头顶响起顾怀野的声音，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这才发现自己抓的是顾怀野的臂膀，而沈佳儿站在他右边，伸手给他比了个大拇指。不愧是你。夏之宁顿时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他就说怎么手感不对劲呢？沈佳儿看着清瘦，手臂肌肉居然这么结实，原来抓错人了。夏之宁连忙触电似的收回手，脸刷得通红。他能够感受到顾怀野的视线一直在他身上，刚吃完又有点饿了呢。他自言自语，移了几步来到自助甜点桌，假装挑选甜点很忙的样子，1分钟800个假动作。这时夏之宁感觉到餐桌底下有一条毛绒大尾巴扫着他脚腕。夏之宁撩起桌布一看，松鼠兄弟不知何时溜到了餐桌底下，一鼠手里抱着一个马卡龙，正在嚼，腮帮子鼓鼓。哥几个来这吃自助餐了。夏之宁忍不住弯唇。松鼠弟弟擦了擦嘴边的奶油，姐姐，我还想吃草莓小蛋糕。行，还想吃什么？我给你们拿。夏之宁刚准备站起来给松鼠兄弟俩进货，松鼠哥哥此时忽然问他：姐姐，我见过流浪猫装腿瘸，博取人类可怜，获得更多食物。那人装腿瘸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懒得走路吗？夏之宁一怔，顿时起了疑心。谁装腿瘸？松鼠弟弟，就是轮椅上的那个女人，她腿瘸是装的。
松鼠哥哥，我们刚认识的松鼠朋友说，看到这个女人在后花园从轮椅上下来走动，捡她地上的项链，看着右腿没有一点事情的样子。夏之宁听到这个消息，心口一跳，那夏青青可真是太能装了，居然打了石膏，装了这么久。他早该想到的，夏青青为了陷害他可以不择手段，但绝对狠不下心真的弄伤自己的腿。夏之宁笑眼弯弯，将松鼠兄弟想吃的甜品拿到桌下，思考着怎么拆穿夏青青。这时他身后响起顾怀野的声音，服务生已经把你的医疗箱取来了，你现在有力气看诊了吗？夏之宁点头如捣蒜，现在就可以。他朝狼犬招招手，安心，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顾总那条只听他命令的狼犬，此时听到夏之宁的召唤，就立刻屁颠屁颠地跑到了夏之宁身边，脑袋还蹭夏之宁的脖颈，和对其他人简直是两副面孔，就像夏之宁才是他的主人一样。我去，夏之宁到底给这只狗下了什么迷魂药啊？我女儿之前刷到夏之宁的直播，夏之宁还说自己能够听懂动物说话，难道是真的？顾总的狼犬可是长期病痛折磨，要完全根治，那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吧？甚至连顾怀野都有些吃醋。安心自从发病之后，有时连他都没办法完全控制安心。顾怀野看了一眼夏之宁，眼神复杂，跟我来，这里太吵了。夏之宁连忙屁颠屁颠跟上。1000万奖金，他来了。顾怀野牵着安心的牵引绳，以前安心都走在他前面，然而现在安心落后他半步，身躯几乎是贴着夏之宁走，一边走还边发出亲昵的汪汪声。医生小姐，你会一直陪我玩吗？只有你听得懂我说话，待在你身边，我特别有安全感。狼犬在夏之宁身边撒欢，夏之宁摸摸他的狗头，抱歉哦，我不能一直待在你身边，我还有一整个动物园的动物要养，忙不过来。不过想见我的话，可以去我的动物园玩啊，住在那里都没关系，那里还有好多小伙伴呢，才认识几个小时，就想拐走我的狗了。顾怀野推开狗狗房的门，眼神不善地看着夏之宁。夏之宁立刻噤声，等看到了安心的狗狗房，夏之宁也喜提一套防破房。安心的狗狗房简直就是一个独栋小别墅，里面摆放着各种狗狗玩具和训练器具。独栋小别墅外还有一大片的草坪。夏之宁住的宿舍还没有狗狗洗澡的地方大。沈加尔说你能够听懂动物说话。顾怀野眼神定定地看着他。安心刚刚一路上和你说什么呢？沈加尔虽然傻，但不会骗人，再加上刚刚发生的一切，顾怀野已经相信夏之宁能和动物沟通。夏之宁面对对方拷问的目光，吞了吞口水。他说待在我身边很有安全感。顾怀野想要从夏之宁脸上看出说谎的痕迹，但是对方坦坦荡荡的，一双小鹿眼真诚得很。他冷哼一